相恋5年，奉子成婚，却在婚礼前夕撞破他与所谓女兄弟的苟且。既然你们连脸都不要了，那我就用这场世纪婚礼送你们这对狗男女下地狱。我赢了，陆彦慈，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愿赌服输，真心话。老实交代，昨晚你跟嫂子请假说去公司加班，实际上是不是在我家睡的？堂姐，嫂子还在呢，别开这种玩笑。怕什么？嫂子又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再说了，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睡一张床怎么了？纯洁的很。把给陆家的注资撤回来，这婚我不结了。是不是陆彦辰那小畜生欺负你了？万万别怕，爸爸马上回国，我倒要看看区区一个陆家，谁敢动我的宝贝女儿！陆彦慈，既然你这么在乎的好兄弟，那我就成全你。好一个算计的陆家，好一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这100亿投资，那我就在明天，在你们最得意的时候，亲手把你们的黄粱美梦砸个粉碎。爸，明天的婚礼照常进行。开门开门，我来接新娘子喽！新郎官，要想接走新娘，得先过问答这关，准备好了吗？急什么？姜糖还没来呢，她可是今天的首席伴娘，等她来了再开始。陆少，吉时马上就到了，再等就来不及了。千慈，我来啦！姜糖，今天是我结婚，你穿成这样，几个意思？哎呀，你别这么敏感，糖糖是不婚主义，她就是想体验一下穿婚服的感觉。看好今天咱们结婚，让她过把瘾怎么了？就是啊，堂姐穿这身绣荷简直绝了，这气场比嫂子还足啊，搞得慈哥今天像要娶2个老婆一样，艳福不浅啊！新婚快乐啊，好哥们儿！还是我挑的颜色最衬你。就你眼光好。昨晚那一跤，不仅让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也让我彻底死了心。陆彦慈，尽情表演吧，站得越高，等下会儿在婚礼台上摔得才越惨。那个青婉，姜糖平时跟我开玩笑没轻没重的，他就是个男孩子性格，你别介意啊。昨晚流了那么多血，我还以为他今天肯定要闹翻天，没想到这么安静，果然他还是舍不得我。不如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来，玩点刺激的，盲人摸象找沈清婉。堂姐，这怎么个玩法？把新郎的眼睛蒙起来，沈清婉和伴娘们站成一排，新郎凭感觉去抓，抓到谁就得当众亲谁一口。这个有意思，我赞成。姜糖，今天是我和陆彦素的婚礼，外面那么多长辈宾客等着，不是你们在夜底玩游戏，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嫂子，你是不是玩不起啊？还是说你对自己没信心，怕我哥们认不出你？青婉，大喜的日子你扫什么兴？这习俗挺好的，大家图个热闹嘛。你放心，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你。来一个来一个，嫂子别扫兴啊！嫂子，你猜他心里想亲的人到底是谁？抓到你了，老婆。哎呀，慈哥，你怎么连沈清婉都能认错呀？这多尴尬，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有什么呢。你瞎呀，也不知道提醒我一下。嗨，都是自家兄弟，客气啥？哎，你跟堂姐平时怎么玩我不管，今天可是我结婚，咱们跟堂姐一张床都睡过，亲个嘴咋了？就是纯洁的兄弟情。青婉，你也听见了，我跟姜糖就是好哥们儿，刚才就是个接亲游戏，亲一下真没什么。陆彦慈，你可真是好样的。行啊，你非要找茬是不是？既然你跟他们全都是好兄弟，要不然你跟伴郎们也挨个亲个嘴，证明一下你们的纯洁。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姜糖是纯粹的兄弟吗？跟他能亲得那么投入，跟他们就下不去嘴了吗？
沈清婉，你要存心找事儿，别他妈拿我们兄弟情当借口。行，亲就亲。别，哥，玩玩就行了。去，给嫂子开开眼。我来了！哎呦我去，哥你松手！怎么停了？亲啊！你刚才跟姜糖怎么亲的？现在就怎么跟他亲？你把眼睛闭上。沈清婉，今天我不扫你的面子，但我劝你最好适可而止，别逼我今天不结这个婚。嫂子，你能高攀嫁入陆家，那是你们家祖上积了德，怎么还在这儿为难此哥？太不懂事儿了。有些女人啊，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娇气做作。走，真晦气。清婉，给陆家注资那100亿的合同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让人带着合同去婚礼现场了。至于陆家，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沈家的女儿绝不受这种委屈。好，陆言辞、姜糖，希望待会的婚礼上你们也能笑得出来。我都要烦死了！你爸妈到底什么时候去把咱们的女儿接走？我今天可是来给你当伴娘的，还得操心孩子。乖，宝贝别气，我这不是才跟沈清婉的蠢女人走个结婚过场吗？这段时间风头紧，等过了这阵子，我天天陪你们母女。什么不方便？昨晚她一摔，你魂都快吓飞了。我看你就是想要她肚子里那个野种，你心疼她了对不对？我心疼她，她也配。她肚子里的孩子早晚得像上一个一样，被我一碗药送上西天。再说，她上一次清宫大出血那天，我可是寸步不离的在产房外陪着你生咱们的宝贝女儿啊！好痛！医生，救救我的孩子！喂，言辞，我肚子好痛，流了好多血，你能不能马上来医院？言辞，你那边为什么会有婴儿的哭声？你在哪儿？行了，你别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我这边还有重要的事儿，先挂了。喂，言辞，喂！原来我上一个拼了命想保住的孩子，是你亲手下药杀死的。而且你和姜糖还有个女儿，陆燕痴，你简直是个畜生！小宝贝，你再忍忍，等我今天顺利结了婚，拿到沈氏集团作为嫁妆投资的那100亿资产，我不仅把她现在肚子里的这块肉打掉，还要让她净身出户。到时候那100亿全都是咱们女儿的嫁妆。这还差不多，算你有良心。哎，那女人不是让你在婚礼仪式上作为惊喜从这个礼物盒里钻出来吗？是啊，怎么了？那不如我们先在这个惊喜盒里探讨一下人生大事，岂不是更刺激？可是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外面全都是宾客。怕什么？还有3个小时呢，我们有的是时间。怎么，你不想吗？5年，我掏心掏肺爱了5年的男人，竟然是一头吃人的饿狼。陆燕婵、姜糖，你们想要刺激是吧？好，今天我就给你们一场终生难忘的刺激。我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身败名裂。大小姐，陆家的资金链已经被我们全面切断了。让你准备的特别礼物准备好了吗？强力胶已经加进去了。很好，送进去吧。好的。陆燕痴，你不是喜欢随时随地发情吗？今天我就让你和你的好兄弟永远分不开。陆先生，您的外套落在化妆间里了。婚宴开始之前，这片区域清场，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们。好的，先生。马上就要举行仪式了，你现在乱来，我怕你那个怨妇老婆发现。她现在估计正满心欢喜的等着嫁，等结了婚，沈家的财产还不是任我拿捏，送上门的正是时候。大小姐，鱼儿进网了。通知下去，婚宴立刻开始。我要让全城的名流好好欣赏这出大戏。好的。各位来宾，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婚礼即将开始。沈清婉，你怎么搞的？燕子还没出来，你怎么就突然开始了？懂不懂规矩？现在有请我们的新郎闪亮登场。
新郎人呢？还不出来？怎么就沈清婉一个人？燕慈为了筹备婚礼，肯定是累着了。刚才和姜糖去对流程休息了，你再等等他啊。对，再等等，催什么催？是吗？他来的可比我早多了，而且他现在正忙着呢。看来新郎还在等大家的热情啊，那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我们的新郎隆重登场。新郎呢？怎么就沈清婉一个人在台上？这婚礼怎么突然提前开始了？哎，你们看那盒子动的也太厉害了吧，还这动静，该不会是陆哥和堂姐在里边玩什么刺激的游戏吧？开什么玩笑，今天可是陆哥大婚，他跟堂姐平时就算再怎么没分寸，也不至于在婚礼现场的盒子里办事吧？胡说八道什么？绝对不可能！你赶紧把场面控制住，这婚要是结不成，拿不到沈家的100亿投资，咱们陆家的资金链一断，全家都得去喝西北风。青婉啊，你别听底下这帮小子瞎起哄，燕慈怎么可能和姜糖在那种地方呢？燕慈这孩子从小就和姜糖是好兄弟，知子莫若母。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就是贪玩了点，但对你绝对是一心一意的。没错不错，青婉，吉时快到了，咱们别闹了，赶紧把流程走完吧。好一个知子莫若母，好一个只是贪玩。阿姨，您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是在为了我们沈家那100亿投资装瞎？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那就请各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看看你们口中的好儿子，还有他的好兄弟，到底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的天，那男的不是今天的新郎官吗？新郎怀里抱的那个女的又是谁？看着也不像沈清婉啊。还能是谁？伴娘呗。这可真是开眼了，结婚当天新郎跟伴娘搞到一起去了。快，来人呐，拿挡板去台上把他们遮起来，别拍了，各位别拍了。快点，挡住！沈清婉，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竟然敢在婚礼上毁我儿子！阿姨，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今天是我和陆彦直的婚礼，看到了我未婚夫和拜苗的床戏，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受害者？你算哪门子受害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就天天疑神疑鬼，巴不得我儿子出事。今天这出戏肯定是你故意设局陷害他们的。这陆母脑子进水了吧？新郎自己管不住下半身，在婚礼上出轨，他居然怪沈清婉设局，真是绝了。陆家表面上看着风光，没想到家教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这也太没素质了吧！人家姜糖是个清清白白的好姑娘，平时跟燕慈就是好兄弟。我儿子对你那么好，你居然用这种下作手段污蔑他们，你让他以后在江城还怎么做人？清白的好姑娘，好兄弟能睡到一张床上去？阿姨，按照你这强盗逻辑，难不成是我拿着刀架在陆彦泽的脖子上，逼着他光着去抱姜糖的吗？沈清婉，你少在这装蒜！要不是你搞鬼，我儿子怎么会这样？陆阿姨，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有没有搞鬼，您问问您的宝贝儿子和那位清白的伴娘不就知道了？儿子，糖糖，你们俩快把衣服穿好，都愣着干什么？你们几个还不赶紧去把他们拉下来，把这烂摊子给我收拾了！太恶心了吧！谁爱去谁去，我可不想沾上这晦气。陆总平日里多高傲啊，没想到也有今天。我看陆家这下是彻底颜面扫地了，以后还怎么在江城混？沈清婉，你这个毒妇，你到底对我儿子做了什么？问问秦天柱。我没做什么，不过是在套里偷偷撒了些502胶罢。什么？怎么样，陆彦慈、姜糖，你们不是爱的难舍难分吗？现在就永远这样形影不离吧，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真爱吗？哎呀，这粘得真紧！这陆少爷和江小姐真是情比神坚，我看这辈子都分不开了。新娘这招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复仇，高，实在是高。这陆家怕是彻底成为笑柄。沈清婉，你这个疯婆子！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沈清婉，你竟然敢对我儿子下毒手！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儿啊，你看看他根本不配进我陆家的门！陆彦慈，你敢说你真的爱我吗？还是
你只是爱我背后的家世。我兄弟要是不爱你，他娶你干什么？我们刚刚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是那些伴郎出的馊主意，让我们彩排一段特殊的节目，想给你一个惊喜。惊喜？这惊喜确实挺特殊的，还得再彩排个孩子出来，天天亲亲我，可不就是为了这惊喜吗？你至于闹成这样吗？呸！还彩排？我看这是陆燕慈和那小妖精婚前乱搞，被新娘当场揪住了吧？哪个彩排能彩成这样？那伴娘也真是不要脸，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就是。陆彦昭，你给我站起来！你还要在这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沈清婉，你满意了是吧？你闹够了没有？你毁了我的婚礼！毁了你的婚礼？陆彦慈，我只是揭露了你肮脏的真相而已。你和姜糖这出活春耕，难道不是你亲手导演的吗？你出轨伴娘，现在反倒怪我闹，真是可笑至极。我沈清婉真是瞎了眼，当初竟然看上你这种垃圾。你陆彦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好，很好，沈清婉，这婚你是不想结了是吧？对，这婚我不结了，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这婚我不结了，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沈清婉，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要不是你恬不知耻，2次未婚先孕，我儿子会娶你。现在想不结可以，但你肚子里的野种必须生下来给我们陆家，那是我们陆家的血脉，你休想带走一分一毫。陆夫人，痴心妄想也该有个限度，我的孩子绝不会落到你们这种是非不分的人手里。沈清婉，别以为耍这种小把戏就能引起我的注意，收敛你的把戏，欲擒故纵的拙劣伎俩对我没用。就是当众演这出戏，还真是丢人现眼。勾引别人未婚夫，在婚礼上跟人翻云覆雨的你都不嫌丢脸，我堂堂正正揭露真相，何来丢人之说？你这小三儿当众上位，还真是陆家纵容出来的啊！陆家这面子今天算是彻底撕碎了，真难看。沈清婉，你无权无势，又没工作，根本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我们陆家把孩子留下，是在给你减轻负担，也是为孩子好。他将来长大了，自然会感谢陆家的养育之恩。减轻负担？你们陆家的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了，说到底不过是想找借口抢走我的孩子。沈清婉，别装清高了，陆家给了你666万天价彩礼，还不够你买断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吗？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姜糖，你恐怕要失望了。那所谓的666万彩礼，我沈清婉1分钱都没碰过。沈清婉，你竟敢当众毁我陆家的名声！那666万彩礼，我陆彦池1分没少给你，你还有什么不知足？陆彦慈，你陆家的名声早就被你和姜糖的无耻败坏光了。彩礼那笔巨款，前脚刚入我账，后脚便被你妈巧取豪夺，1分未留。我那哪里是要你的钱，我是帮你保管。你年轻不懂事，这笔钱放在你手里早晚败光。我一片好心为你着想，你现在却反过来污蔑我，羞辱燕慈，你良心何安？这陆家可真会算计，明明是想空手套白狼，还美其名曰保管。婚礼办得这么豪华，不会都是从女方彩里面扣的吧？陆家这吃相真是难看到了家，这婚事简直就是个笑话。伯母，您别生气，为这种白眼狼气坏了身子不值当，他就是看不得你陆家好，所以才在这血口喷人，想毁了燕慈的婚礼。他从来都只是图陆家的钱，现在装什么清高？姜糖，那你呢？夜夜爬上陆燕慈的床，又是图的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陆燕慈，我看你老婆就是个疯子，快管管她呀！沈清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姜糖跪下道歉，否则这婚老子就不跪下道歉。跪下道歉？陆燕慈，你以为你是谁？你和姜糖做了什么龌龊事，要我给一个小三跪下？嫂子，你这又是何必呢？像陆哥这么好的男人，你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呀？陆家给足了你面子。就是啊，你还怀着孕，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孩子考虑吧，别把事情闹僵了，对谁都不好。对啊，哪有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的？嫂子，你可别自毁前程。我的孩子与你们这群伥鬼朋友何干？滚开！沈清婉，我知道男人嘛，就是好面子，你给他个台阶下，这事儿就过去了。你以为你能赢？陆燕离的心永远在我这儿。
不过你肚子里的孩子压根儿就生不出来，我早就在你的营养液里偷偷加了麝香，你现在怀的就是个死胎。对了，你第一个孩子也是这么没的，蠢货！孩子，我的孩子，他竟然下如此狠手，他竟然害死了我的2个孩子！啊！江棠，你这个贱人，我杀了你！沈清婉，你真是个疯女人！我陆家的婚礼被你彻底毁了。疯女人，哼！陆燕慈，你以为是谁把我逼疯的？是你和他亲手杀了我2个孩子，你却像个瞎子一样。沈董看中燕慈娶的是沈清婉，现在他闹成这样，沈氏的注资恐怕要黄了。这婚无论如何都得圆回来。清婉啊，我们陆家待你不薄，你何苦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难道真要我这把老骨头给你跪下求你，你才肯罢休吗？燕池，这就是你娶进门的媳妇吗？不知廉耻，心狠手辣！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我爸妈都低声下气了，你还想怎么样？低声下气？陆伯母这哪是求我，分明是怕你们陆家失去了沈氏的这棵摇钱树吧？嫂子，顾伯母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差不多得了啊！就是啊，你还怀着陆哥的孩子，真要闹到不可开交，对你对孩子都没好处。沈清婉，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别再闹了。没发生？陆燕慈，你敢对着所有人说你和江棠之间从来没有过一个……陆燕慈，你敢对着所有人说你和江棠之间从来没有过一个私生子吗？私生子？沈清婉，你是不是怀孕怀傻了？整天疑神疑鬼，胡言乱语。我看你下次产检，不如顺便查查脑子有没有问题。就是清婉啊，我们陆家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江棠要真有孩子，燕慈会娶你吗？你是想把我们陆家闹得鸡哑不宁才甘心吗？嫂子，我和燕慈从开裆裤起就是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要真有什么，还需要等到今天你来胡说八道吗？陆家上下都知道的，我们之间清清白白。陆燕慈，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你觉得你和江棠是清白的？我爸妈说的难道不对吗？你别再无理取闹了。沈清婉，你嫁进陆家不就是为了钱吗？还装什么清高？嫂子，我劝你一句，如果你还想保住这门婚事，就乖乖的跟我兄弟认个错，兴许这事儿还能过去。认错？让我看着你们2个以兄弟相称，背地里却如胶似漆，颠倒黑白的过一辈子吗？我嫌脏。沈清婉，我再说最后一遍，如果你今天非要闹，不愿结婚，那现在就去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打了。从今以后，我陆燕迪不会再对你有一丝一毫的纵容。你又想耍什么花样？你说的对，从今以后，我也不会再纵容你。天哪，这江棠不是陆总的好兄弟吗？这孩子都这么大了，简直是世界大传。沈小姐也太惨了，被骗得这么彻底。假的，都是假的，你们别信！沈清婉，你这个贱人！陆燕池，恼羞成怒了吗？你都能跟你的好兄弟生下私生子，现在却想对我这个怀着你孩子的妻子动手，你的脸呢？你这个扫把星，都是你害的！你以为凭你那点姿色能嫁进我们陆家，不就是靠着肚子里的孩子威胁吗？你还想要多少？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贪得无厌，陆夫人，我沈清婉从你们陆家到底得到了什么？你说说看。你别装了，那666万的彩礼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我不过是替你保管着。你倒好，一分嫁妆都没带，还妄想掌控陆家的一切。彩礼、嫁妆。陆夫人，你是不是忘了，陆言慈能有今天，能和沈氏集团攀上关系，靠的是什么？他陆言慈如果没有我的点头，连沈氏集团的门都进不进，又何谈得到我沈氏的100亿注资？沈氏集团是那个传说中富可敌国，跺一跺整个商界都要抖一抖的沈氏。这份本来是我父亲为我和陆燕慈的未来，为陆家准备的，来自沈氏的100亿战略合作协议，但现在我不想给。沈清婉，别以为撕几张废纸就能给自己镀金。沈氏集团，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靠我陆家养活的乡巴佬也敢冒充沈氏千金，简直笑掉大牙！乡巴佬？是啊，毕竟在你眼里，我连1个月1000的生活费都高攀不起，生怕伤了你陆总那脆弱的自尊心。沈氏集团岂是你这种女人能攀附的？他们投资陆家，那也是看中燕慈的能力。你拿这种破烂糊弄谁呢？别以为装模作样就能骗过所有人。攀附？陆燕慈、江棠，你们的眼界永远只停留在蝇营狗苟的算计里。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是谁？动动手指就能查到。我沈清婉何须造假？我之前就觉得奇怪，陆家这种新贵怎么突然能跟沈氏搭上线？原来是靠沈小姐啊！谁说不是呢？陆总平日里不是傲得很吗？现在看来是靠着沈小姐这棵大树才风光了几年。靠女人上位，还把女人当傻子欺负，这种人品真让人不齿。燕慈，你不是说他家世普通吗？你确定？爸妈，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什么货色我最清楚。一个除了哭闹和花钱什么都不会的乡下野丫头，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如果她沈清婉真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我陆嫣然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倒立吃屎。叶晨，你好，陆燕慈，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您拨讲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哼，看来沈董事长也没空搭理你这个大小姐啊。沈清婉，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真以为打个电话就能呼风唤雨？沈清婉啊，沈清婉，你这种不自量力的把戏，我都替你脸红。沈家大小姐，你真以为披上这张皮就能鲤鱼跳龙门？真是个无知的女人。我沈清婉的事，还轮不到你们智慧。听说沈氏集团大小姐很低调的，但也不可能是个家庭主妇吧？冒充沈家的大小姐，这要是让沈家知道了，陆氏恐怕也要跟着倒霉了喽。儿子，这婚坚决不能办了，赶紧跟他撇清关系。他沈清婉不知死活，冒充沈家大小姐，这要是让沈家知道了，我们家可就真完了。燕慈，他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骗子，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真要为了他搭上陆家的未来吗？沈清婉，我陆彦茶当初真是瞎了眼，这些年对你的包容是我最大的仁慈，你那些吃穿用度我就当喂了狗，可你今天冒充沈氏千金妄图攀附，这笔账我陆家绝不会替你背。你这副市侩的嘴脸真是令人作呕。陆燕慈，你根本不配我沈清婉为你多看一眼。恶心！沈清婉你才是，你也就是仗着燕慈人好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你连给燕慈提鞋都不配。他要是有你半分懂事，我就谢天谢地了。陆燕慈，我能给你的也能全部收回。爸，给我做空陆氏的股票。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沈清婉从不虚张声势，从今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你若有本事，就自己挽回你的公司吧，我倒要看看你陆氏的股价还能撑多久。天哪，他说做空陆氏股票，口气这么大，不会真是沈氏集团大小姐吧？我看他不像演的，冒充沈家大小姐，除非他是不想活了。这要是真的，陆家可就捅了天大的瘤子。好一出大戏呀！这下有好戏看了，陆氏算是大难临头了。哼！儿子，这沈清婉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你真的见过他爸妈吗？当然见过。他竟然说见过，可笑至极。陆氏那点微不足道的注资，连让陈秘书出面都是抬举，他又如何能见到父亲本人？妈，您别被他这些小把戏给唬住了，他的家底我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沈清婉，你非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老底都揭穿吗？揭穿？陆燕池，你真以为你了解我的一切？别到时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装模作样，一个乡下丫头凭着几分姿色爬上了我的床，还真把自己当沈家大小姐了。就是沈清婉，你就别再演了，你的那些小伎俩在燕慈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哦，那不如陆总现在就揭穿给我看看，我倒想听听你编织出来的谎言能有多可笑。沈清婉，你的父亲
不过就是一个……笑死了！你一个司机之女，也配自称沈家大小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就这呀？天哪，司机！我就说嘛，沈家大小姐怎么会是这副样子？原来是个冒牌货，这胆子也太大了。哎，燕慈，你怎么出来了？他是你家里人。陆燕慈，你自以为高明，殊不知不过是基于1年前我偶然帮助王叔应急时你所见的皮毛之下，竟将沈家司机误认为我的父亲，这般愚蠢也敢妄称调查清楚。我派人深入调查了一番，才知道他爸只是沈家的一个老司机。沈清婉啊，你竟然敢冒充雇主家的千金，骗婚我陆燕慈，你胆子可真是不小。被揭穿了，脸面上挂不住了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陆总，不好了！陆氏股票突然暴跌了，已经跌停了。陆总，不好了！陆氏股票突然暴跌了，已经跌停了。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还说人家是司机呢，瞧瞧，这才刚讽刺完，陆氏就出事儿了。陆家这些年发展的顺风顺水，谁曾想顷刻间风云传变，看来这沈家真是深藏不露啊！生死只怕是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儿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爸要真是沈家的司机，那沈董怎么会为了他来针对我们呢？这不对劲儿啊！妈，这只是巧合，市场波动而已。股票动荡不一定就是沈董干的。再说了，如果他是沈家大千金，怎么可能到现在才说？他不过是想虚张声势。我要是说了，我又怎么能看清你这个烂人到底有多么愚蠢和卑劣？你继续装！沈清婉，你如果真是沈氏集团的千金，还用我每个月养你？你别以为演一出苦情戏就能蒙混过关。就是，燕慈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你还不是照样心安理得的收着？现在装什么清高？你是说每个月慷慨的给我1000块钱生活费的这张卡吗？很遗憾，我1分钱都没动，你给的恩惠，我沈清婉不需要。就这么点钱，堂堂陆氏集团大少爷，一个月就给未婚妻1000块，真是大方啊！这就是豪门嘛！我家保姆工资都过万了。沈清婉，你如果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让我对你刮目相看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一套。你以为这样就能证明你是沈家大小姐吗？陆燕慈，我沈清婉今天就把话撂这儿，我要不让你陆氏彻底倾家荡产。他就是在吹牛。燕慈，你别被他给骗了，股市的涨跌不过是市场正常变动，哪有那么玄乎？陆氏集团财大势大，怎么可能被这种雕虫小技影响？没错，
这种情况以前又不是没发生过，过几天自然就会涨回来。沈清婉，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个卑鄙小人，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试图恐吓我们陆家，以为陆家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吗？痴心妄想！沈清婉，你跟你父母都是一路货色，是不是他们在外面教你用这种卑鄙的伎俩欺骗别人？真是恬不知耻！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父母能教出你这种女儿，8成也是这副德行，只配在阴沟里苟活，还想攀上我们陆家这棵大树。我劝你们还是给自己积点口德，免得报应来时哭都来不及，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伯父伯母，你们看他都这样骂人了，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也一样没教养吗？他这么不要脸，他爸妈能好到哪儿去？我看他就是恼羞成怒了。沈清婉，别以为演一出沈家千金的戏码就能吓唬住我。股票动荡不过是巧合，你真有本事就把你口中那个所谓的背后资本叫到我面前来啊！她一个常年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除了靠你养活，能有什么资本？她呀，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怜惜她，真是卑微又可笑。我爸马上就要来了，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能笑得出来。你是要把你那个给陆家开车、领着微薄工资的司机爸爸叫过来给我们燕慈开车吗？沈清婉，我没工夫在这里陪你演戏，你真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不是我给你的钱少，而是你沈清婉就只值这么点钱，拿去把这些钱给你的司机爸爸买他喜欢吃的路边摊垃圾食品吧，也算是我最后给你的施舍。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这般卑劣无耻的小人。沈清婉，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我让你和你那个司机爸在整个南城彻底消失。在南城，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让我沈天消失。天啊，那真是沈氏集团的沈董！陆家这下可踢到铁板了，欺负小姑娘真是活该。啊！沈董，您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清婉怎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我好提前准备迎接。清婉原本想给你一个惊喜，她准备把为陆氏注资100亿的交接仪式放在这场婚礼上。不过现在看来，这婚不必结了，注资也作废了。结，当然结。岳父大人，都是小夫妻闹矛盾，床头吵架床尾和，您千万别信流言。亲家都是小年轻闹着玩的，燕慈和婉墨青梅竹马，情比金痕。是啊，亲家，别为小事伤了和气。老婆，老婆，哎呦，亲爱的，刚才我只是口不择言，被气昏了头。我们这么多年感情深厚，你最清楚我的为人，我绝不是有意伤你。口不择言，你不过是把出轨、欺骗，还有对我和我父亲的羞辱都当成了一时失言罢了。我该死，我真是混账透顶！媳妇儿，只要你肯原谅，要我做什么都行，求你息怒。瞧这陆燕慈，真是变色龙，前一秒还趾高气扬，后一秒就跪地求饶了。100亿注资啊，那可是天文数字，换谁不跪，脸面值几个钱？婉婉啊，燕慈这孩子，他就是想让你心疼他，给他个台阶下。男子汉大丈夫，谁还没个面子问题？我儿子心里只有你，根本没想过要毁了这门亲事。清婉，我发誓，我跟江棠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瞧他不顺眼，我以后绝不再跟他联系了。父亲，婉婉是我沈青天的掌上明珠，更是沈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所以他的每一个决定，我都会毫无保留的支持。媳妇儿，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怎么可能不爱你？真心？陆彦辰，我肚子里那个被你们联手害死的孩子，你还记得吗？你们给我下药，让我痛失骨肉，现在你还有脸在这里演什么深情？清婉，你听我解释，是这人渣胡说八道，他想离间我们。燕慈，婉婉，我求你，求你别听信谣言，我的心从来只在你这里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比不过一个外人3言2语的诬陷吗？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失去所有吗？陆彦慈，你还记得吗？你曾说过，如果我是沈氏的千金，
你宁可当众倒立洗头。不，婉婉，我那是气话。头，你倒是不用洗了，但你们陆氏集团今日的破产，将是你背叛我沈清婉付出的最惨痛代价。爸，我们走。沈清婉，你敢走？你不能这么对我，不能！不！爸，我的肚子好痛！婉婉，你怎么了？别吓爸爸！大小姐，您的衣服流了好多血。开快点儿，去第一医院找最好的医生，快呀！大小姐，你醒醒啊！董事长，不好了！南城有几家媒体一路跟踪我们的车，好像拍到了大小姐大出血上车的画面，现在正准备发到网上造谣。告诉所有人，今晚不管用什么手段，花多少钱，把南城所有媒体和网络接口给我死死锁住，谁敢发一个字儿，明天就让他的报社在南城彻底消失。医生，救人！快救我女儿！病人重度大出血，已经休克了，送去负压手术室，快！董事长，你也别太担心了，大小姐吉人自有天相。吉人自有天相，那是骗鬼的！我沈晴天什么风浪没见过，唯独我女儿，我护不了她。医生，我女儿怎么样？沈董、沈小姐，手术很成功，但孩子没保住。我们在沈小姐的血液里检测到了高浓度的麝香和红花成分，这是长期少量的混在她日常的饮食、营养液甚至补品里。这种毒会让胎儿在母体内慢慢失去胎心，最终自然流产。报告原件给我。婉婉，爸对不起你，当初要不是我同意你嫁给他，爸，您别说了，路是我自己选的，我认，但现在我不想认命。你先把身体养好，剩下的事交给爸。陆家那小子，我让他倾家荡产，这辈子翻不了身。爸，陆氏如今四面起合，陆言辞绝不会坐以待毙，他的报复，我希望亲手去完成。那你想怎么做？我猜他接下来不会消停，一定会想办法反咬我一口。与其等着他出招，不如我给他一个靶子。什么意思？对外放出消息，就说我沈清婉大出血，命悬一线，沈氏集团群龙无首，我爸也因为急火攻心住院了。大小姐，您这是要引蛇出洞？陆家刚破产，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我要看他们能狗急撞墙到什么地步。陆燕慈、姜糖，你们不是喜欢演戏吗？那我就给你们搭个台子，希望你们跌停了，陆氏的盘口彻底跌停了。沈强天那个老东西动动手指头，咱们几十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都怪你，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婚礼上搞成那样。明天银行要是来收房子，咱们全家都得去大街上要饭。伯父、伯母、燕慈，你们别急着哭，沈家的报应来了。糖糖，你说什么？我刚刚收到南城第一医院内部的消息，沈清婉今天在婚礼受了刺激大出血，孩子没保住，他和他爸沈庭天现在都躺在重症监护室，连命都保不住了。好，打得好，孩子没了，沈庭天也倒了，沈氏集团现在绝对是一条没有主人的龙，乱成一锅粥。既然沈清婉现在半死不活，沈氏群龙无首，那我们干脆先下手为强，倒打一耙。对外就说沈清婉在外面私生活不检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婚礼上他砸人撕合同的事儿，都是他仗着百亿财阀的身份在仗势欺人，我们陆家才是唯一的受害者。对，接亲时的那些视频我都有，
婚礼上他拿花瓶砸我，逼你跪下撕毁合同的画面，我全部让人单独剪出来。至于礼物盒里我们做过的事儿，全部抹掉，就说当时是在玩真。视频是有了，可是现在陆氏的所有公司公账全部被沈氏锁死了，咱们哪怕连网费都快交不起了，哪还有钱请大媒体把这个视频发出去，把沈清婉的名声彻底做丑？既然是要全家的命，那就别怪老子跟他沈家玉石俱焚。这是老子几些年瞒着所有人存下来的最后一笔海外承德本券，整整1000万。本来是留着跟你们妈以后养老，等陆氏垮了当最后退路的，现在全压上！压，必须压！只要明天天亮之前把沈清婉那个毒妇的名声搞臭，把沈氏的股价打得比我们还惨，我们就能逼董事会换人，保住陆家。有了这1000万，南城那些见钱眼开的网络水军能把沈清婉活活撕了。糖糖，你之前在黑市混过，现在南城一般的正规媒体根本不敢接跟沈氏有关的黑料，你知不知道有谁的手底下养着最没底线、给钱什么通稿都敢发的自媒体大魔？南城黑白通吃，专门靠吃人血馒头做大营销号的大鳄大刘，我这就联系他。哟，陆总、江小姐，昨天在婚礼上闹得全城皆知，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少废话，这是1000万的海外本票，瑞士银行见票即付，沈家查不到账。陆总畅快，有钱不赚是王八蛋。说吧，想让我办谁？沈清婉。U 盘里是那天的婚礼视频，我要你动用所有的营销号，明天天亮前把沈清婉的名声彻底搞臭。陆总，这视频里就是新娘拿花瓶砸人撕合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出轨，光凭这点东西想反转，网民可不买账啊。如果加上沈清婉婚前不检点，怀了野种呢？什么意思？我刚收到医院的消息，沈清婉大出血，孩子已经没了，他爸沈青天也跟着进了 ICU， 现在的沈氏集团根本没人管。你明天一早发通告，就说沈清婉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陆燕慈的，是因为被陆家发现了，他才在婚礼上恶人先告状砸人撕合同，结果遭了报应，当晚去医院打胎，现在快死在手术台上了。豪门千金怀野种、流产、大出血，这几个关键词买个热搜，底层那些网民绝对跟着起哄。看不出来啊，江小姐，下手挺狠。只要把舆论闹大，沈氏的股价明天绝对跌停，到时候董事会为了保住利益，一定会逼沈青山下台。只要沈家乱了，我们陆氏就能火。得嘞，收了你们的钱，这阎王我替你们当。我手底下2万个水军号已经准备好了，动作快点，我要让他明天一睁眼变成人人喊打的荡妇。没问题，2小时内全网扑免。成了。独家爆料：豪门恶女婚礼现场暴打无辜伴娘，致其毁容。沈清婉下午刚做了清宫手术，孩子不是她老公的。666万彩礼去向成谜，陆母痛哭。家人们，点点关注不迷路。今天这条料，我敢说是今年最大的瓜。沈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沈清婉，对，就是那个婚礼上把老公和伴娘搞得身败名裂的那个，反转了，全反转了。我刚刚连线到医院的某内部人员，人家亲口跟我说的，沈清婉今天下午做了清宫手术，孩子没了，而且据说孩子不是她老公的，是她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怀的。还有更炸裂的，陆家老两口在婚礼上被她当众羞辱，100亿合同说撕就撕，600多万彩礼1分都没还，这哪是结婚啊，这是灭门啊！陆家太惨了，简直是当代武大郎。感谢正义使者刷的火箭，家人们继续转发，让真相曝光，让恶人付出代价。大小姐，别看了，陆燕慈全家就是一群疯狗，现在全网都在骂您，甚至有人在医院门口送花圈了。我们赶紧买公关压下去吧。为什么要压？爬得越高，摔得越狠。陈秘书，帮我联系张律师，让营销号删视频，公开道歉，并指认陆燕慈是主使，我不追究他刑事责任。好的，大小姐，不抓陆燕池吗？现在抓，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先以为赢了，再气。燕慈，燕慈，你看这条，沈清婉去死吧！点赞都10万了，咱们赢了。还不够，今天我要让大刘再发3条，把沈氏的股价打到跌停。不接。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怎么回事？大刘反水了？不可能，我给了他500万。所有内容均为捏造，
受陆燕慈指使，我向沈清女士郑重道歉。大刘，你个狗娘养的！陆先生，你涉嫌犯罪的事情都上新闻了，我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今天之内搬走，押金不碎。记者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大刘，陆总，请问大刘爆料的视频是不是您亲笔签的字？陆总，请问大刘爆料视频是不是您签的字？陆燕慈先生，关于沈小姐长期中毒流产的事情，您怎么回应？燕慈，正门的记者堵死车子了，高利贷的人今天也要上门催债，咱们现在怎么办？沈家根基深厚，我们斗不过呀。我一个人当然斗不过，可沈家的死对头钱景明就有这个能力。只要我把沈氏集团的未来之城项目彻底搞垮，钱景明一定会要把我保住。到时候沈家就算不破产，也元气大伤，看他沈清月还能嚣张多久。燕慈，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认输，你总有办法。沈清婉，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那就别怪我把你也拖进地狱。大小姐，陆燕慈带着江棠去了钱景明的私人会所。婉婉，钱景明是出了名的商界野狗，这些年一直想啃下我们沈氏的未来之城项目。陆燕慈这条疯狗现在一无所有，去投靠他，肯定是要出卖我们公司的内部核心数据。继续盯紧，每一步都不能错过。是，大小姐。钱总，这是我们陆氏集团未来3年的发展规划，只要您现在能够注入资金，投资我们陆氏，我保证您将获得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惊人回报，绝对让您稳赚不赔。陆燕慈，你如果真有那么大本事，沈清婉大小姐又怎会当众把你甩了？钱总，陆氏虽暂时困顿，但我陆燕慈仍有扭转乾坤的底牌。只要您肯施援手，陆氏必将为您铲平沈氏这块绊脚石。陆少爷还是请回吧，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钱总，沈氏集团倾力打造的未来之城项目耗资巨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有沈氏的核心机密，能让他在关键时刻轰然崩塌。届时，钱总便能以白菜价收入囊中，坐收渔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南城商界的水深，牵涉沈氏这等庞然大物，一个不慎，恐引火烧身。我钱某人的招牌可不是用来冒险的。钱总，所有风险由我陆燕慈一力承担。您只需在恰当的时机，以最划算的价格接手沈氏苦心经营的100亿资产，这桩买卖何乐而不为？有把握吗？我陆燕慈今日既然登门，带来的自是万无一失的计划。钱总，沈清婉过去对燕慈可是言听计从，沈氏不少重要项目的核心资料都曾在他手上过，他对沈氏的内部运作了如指掌。更何况我在沈氏内部经营多年，安插了不少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眼。沈晴天那老狐狸精明一世，你那些所谓的消息，恐怕都是他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吧？钱总，沈晴天终会退位，届时沈氏大权将落在沈清婉手中。她即便再精明，一个女人家终究不如我了解她的软肋和行事风格。有我这个知己知彼的内应，沈氏迟早是你的盘中餐。我肯听你这番话，也是因为看在你与沈氏大小姐的特殊关系。你果然没让我失望。钱总，只要我们联手，南城未来必将是您钱氏一族的天下。年轻人野心勃勃是好事，前途无量啊！不敢当，只求合作愉快。不过你陆氏的烂摊子，我钱某人可不愿沾染。这上面是陆氏集团100%的股权转账协议，签字。这家公司从今往后便是我的了。至于你，顶多算个顾问。这不是说好的投资，怎么变成把公司卖给他了？我若不接手，你陆家明日便要流落街头，想翻身自然要付出代价。钱总高瞻远瞩，我自然心服口服。沈清婉，我陆燕慈就算身败名裂，也要拉着你沈家。都准备好了吗？你放心，拍摄角度我都设计好了，只会记录下沈氏剧的罪证，绝不会拍到我们的人。去，那边搬点材料去，这里暂时不用你们。这就是沈氏，为了节省那点成本，不惜以次充好，拿老百姓的生命和未来开玩笑。这样真的能骗过所有人吗？万一被查出来……糖糖，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沈氏倒了，你我的未来才能稳固。何况钱总已经安排好了后续的专业检测机构，他们只会看到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沈清婉，你的未来之城就从这根钢筋开始，一点点腐朽崩塌。
这些证据先埋进去，过几天我们就偶然发现问题，再大肆渲染。那钱总说的好处，事成之后他会兑现吗？当然会，他会给我股份，给我权利，到时候我拥有的一切也都是你和我们孩子的，你只需安心在家等着做陆太太，享受荣华富贵。好，我相信你。各位，我陆燕慈今天站在这里，心情无比沉重。沈氏集团的未来之城项目，打着高科技、高品质的旗号，实则偷工减料，使用劣质钢筋，这哪里是建造城市，分明是在建造豆腐渣工程，罔顾人命！我今天必须……沈氏集团的未来之城项目，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实则偷工减料，使用劣质钢筋。沈总，你可算来了！你看看网上的舆论，再看看咱们沈氏今天的报道，我们这些股东手里的资产，一天之内蒸发了几个亿。未来之城用劣渣钢筋，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我看是根本没法交代。沈总，你年纪大了，生了个女儿，又是个只会闹离婚的恋爱体。依我看，未来之城的100亿项目落到这副田地，全是因为你们沈家占着茅坑不拉屎。王董、李董，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你们怎么能跟着外面的无良媒体，希望公司头上扣帽子？媒体造谣，人家老老实实把未来之城低价割肉出让给能救命的投资人。王大哥、李建业，你们这两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现在公司刚出点风波，你们就迫不及待想逼宫、想出卖项目。你们好狠的心呐！你们这帮趁火打劫的小人！沈董，您别在这跟我们演苦肉计。今天不管您是拍桌子还是装病，这董事长的位置您都得交出来。爸！快！病人突发重度脑溢血，心率在往下掉，赶紧抬上车送 ICU 抢救。哎呀！沈董这身子骨真是经不起大风大浪。沈小姐，你爸要是就这么瘫在床上，或者直接咽了气，这几百亿的未来之城，你一个涉世未深的丫头片子拿什么守？王董说的对，沈清婉，明天的项目听证会，你要是不乖乖把项目转让书给签了，沈氏集团就等着明天直接退市破产吧。大小姐，消息已经全面放出去了。正如您和董事长所料，外面现在铺天盖地全是沈氏董事长中风命悬一线，未来之城项目一线瘫痪的新闻。爸，陆燕慈要搞事情，我早就在工地布下了隐形监控。既然他们急着搭台唱戏，那我们便来一场局中局。你想让爸怎么配合？您只需按计划在股东大会上中风病倒，引出他背后真正的金主钱景明。好，演戏就要演全套，我明天便去大会上晕倒，先让他们尝尝甜头。大小姐，陆燕慈做梦也想不到，她昨晚偷换材料、伪造数据的全程都在这个盘里。陆燕慈黔驴其境，不过如此。他现在何处？他此刻正带着大批记者守在未来之城工地，扬言除非您亲自出面谢罪，否则绝不离开。好，既然戏台都搭好，各位观众，这里是沈氏集团未来之城的施工现场，眼前这些义愤填膺的工人正在揭露沈氏偷工减料的惊天黑幕。这都是沈氏用的料，瞧瞧，一掰就断，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样的楼盖起来，那是要出人命的呀！对，我们都是凭良心干活的，沈氏昧着良心挣钱，我们可不能跟着一起背黑锅。沈氏的百年招牌竟是豆腐渣工程的遮羞布，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沈氏集团又将作何解释？难道要用无数生命来填补他们的贪婪吗？沈总，你父亲因病住院，沈氏工程造假传言沸沸扬扬，沈氏大势将倾，您作何感想？请问沈总，沈氏集团是否承认偷工减料？您将如何回应民众对工程安全的担忧？沈清婉，你终于肯露面了。就是啊，沈清婉，沈氏的未来可都在你肩上呢。我看你不如干脆承认错误，停止项目，还能少损失一些，别把百年基业都毁了。沈氏出了这样的丑闻，沈伯父又病倒了，你这个唯一的继承人，难道不该给公众一个交代？陆燕慈，你急不可耐地把这些证据和媒体都搬到我沈氏的工地上，不就是为了逼我低头吗？沈清婉，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些劣质材料还有工人们的证词，难道都是假的吗？都已经开始调查了，沈氏的项目到现在还没复工，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沈总，沈氏的停工一天就因为巨大的经济损失，难道是真的做成了豆腐渣工程吗？没错，这些材料确实是假的，只不过陆总，这些假材料是怎么出现在我沈氏工地上的？各位市民，沈清婉这番避重就轻的言论，就是在试图转移视线，这都是资本家的惯用伎俩。沈氏工程造假，欺骗消费者，这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还能抵赖吗？我们不能对这种恶行姑息，否则就是对你们权益的漠视，对社会良知的践踏。我们要真相，要公平。沈总，面对陆先生的指控，您难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吗？请问沈氏集团何时能给受害者一个交代？是否会立刻停止未来之城的建设，彻查此事？无良企业必须倒闭，还我们一个安心的家园。情况有些失控，需要我联络安保人员。对于任何形式的造假行为，沈氏集团绝不姑息，但我们更不容许有人借机煽动舆论，将民众当作恶意竞争的工具。奉劝各位一句，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沈氏的法务团队可不是摆设。沈清婉，你这是在公然威胁所有追求真相的人吗？沈总，您堵得住我们几张嘴，难道还能堵住这悠悠众口吗？对啊，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各位，既然沈总无心解决问题，
我陆燕潭今天既然敢站出来，就一定会奉陪到底。不过，为了给沈总一个面子，也避免无谓的争执，不如给我和沈小姐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我相信有些事情……沈清婉，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还真有点可怜。听说你爸现在连话都说不清了，沈氏这烂摊子，你还真敢接啊？清婉，看到你现在这样，我也挺心疼的。毕竟我们有过一段。未来之城这个项目现在成了沈氏的死穴，外面可都传言要烂尾了。不过也不是没有转机，钱总对这块地皮还有点兴趣，沈氏至少还能保住些元气。陆燕慈，你这话说的不觉得恶心吗？沈氏现在是困境，但还不至于和死敌做交易。死敌？商场上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沈氏现在急需资金，而钱总恰好是救星。沈清婉，别给脸不要脸，我们这是在帮沈氏止损，不然你连个烂摊子都守不住。钱总说了，这项目他最多出1成100亿项目，你们只出10个亿。陆燕慈，你是觉得我沈清婉是傻子，还是觉得我沈家是软柿子，任你捏扁搓圆？沈清婉，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爸的命还吊着，要是沈氏破产了，你以为你还能安稳度日？清婉，别不识好歹。江棠说的对，你爸躺在病床上，沈氏大权旁落，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彻底消亡吗？汽车保帅，这道理你应该懂。既然陆总和钱总如此热心，那想必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如果沈氏不卖，你们是不是还有更狠的手段等着我？清婉，你果然聪明。舆论攻势不过是开胃菜，沈氏现在负债累累，董事会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如果项目不能及时止损，沈氏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你懂的。商场如战场，我只是顺势而为。沈清婉，别怪我没提醒你，要不是燕慈仁慈，沈氏早就被拆分的渣都不剩了，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好，我卖。好，我卖。清婉，你能想通真是再好不过了。这样，明天钱总会举行正式的签约仪式，到时候你作为沈氏集团的代表出席就行。地址发我。陆燕慈，你以为你赢了，明天便是你倾覆的开始。通知所有媒体，明天签约仪式上，我要给他们一场永生难忘的大戏。明白，大小姐。沈氏那100亿项目，听说沈家大小姐竟然10几个亿就转手了，真够败家的。要是沈董还清醒，非得被这不孝女气得再也醒不过来。也不知道这位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是那位的女儿？沈小姐，别来无恙啊！没想到你沈氏的这个大麻烦，最后还得由我钱某来解围。钱总这话说的，我沈清婉今日能站在这里，可全靠钱总您的指点呢。商场沉浮，各凭本事。不过沈小姐，你一个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别以为读了几本商科的书就能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商界可不是小孩子的过家家。钱总，您这话说的怎么听着像是从哪个古墓里爬出来的？现在都21世纪了，您还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一套，莫非您是穿越来的不成？沈清婉，你少说2句吧。要不是钱总肯出面帮忙，沈氏早就破产了，你还有脸在这里说风凉话？是啊，我沈清婉再不济也光明磊落，总比你这个小三强得多。江棠，别忘了场合，钱总还在。钱总，您看，有些人啊，就是分不清场合。沈清婉小姐的心胸和眼界委实狭窄了些，若不是仗着沈董，恐怕连这宴会厅的门都摸不着，又何谈与您这等人物一般见识？陆总说的是，毕竟有些出身和教养，可不是人人都有的。沈清婉，你最近都在忙着公司的事情吧？有些消息想必你还不知道呢。我跟燕慈的孩子下个月办生日宴，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哦。哎呀，我这张嘴真是该打。清婉，你才刚失去孩子，现在说这些，恐怕会让你心里不舒服吧？江小姐的记性可真差。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想请教，你确定你孩子的父亲真的是陆燕慈吗？沈清婉，我奉劝你适可而止，你失去的孩子与我陆燕慈毫无干系，别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至于我和江棠的孩子，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测，不过是垂死挣扎的笑话，我是不会再回头了。是吗？一个无辜的生命在你的精心策划下胎死腹中，你当真能置身事外，心安理得？口说无凭，如果有证据，尽管拿出手，我陆燕慈奉陪到底。钱总，您可别被某些人的受害者假象给骗了。外界那些说我是小三的谣言，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跟燕慈相识相恋10几年，沈清婉才是横插一脚的那个。哦，竟有如此曲折的内幕。论起来，他才是破坏我们感情的第三者呢。那可不是，他沈清婉哪次见到我不指着鼻子骂？要不是我顾及燕慈的面子，大度隐忍，不想把事情闹大，哪轮得到他今天在这里大放厥词？江小姐真是演绎天赋惊人，连伴娘这种高难度真爱和别人走进婚姻殿堂，这份心计和忍耐，恐怕沈清婉，你江棠，少说2句吧。钱总，吉时已到。沈小姐不必紧张，今日过后，沈氏的烂摊子我来收拾，行吧？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沈氏集团未来之城项目
因沈董突发意外，管理层一片混乱，不幸被有心人造谣工程质量问题，声誉遭受重创。我与沈董多年交情，不忍见其心血付之一炬。钱总，这是要正式收购沈氏的未来之城吗？沈小姐代表沈氏集团，是否意味着她承认沈氏已无力回天？沈董目前情况如何？沈小姐是否是迫于无奈才做出此决定？自然是为了沈氏更好的发展。沈清婉小姐深明大义，今日她将代表沈氏集团将未来之城项目全权也委托给我，由我来力挽狂澜。诸位误会了，并非什么股权转让，而是一场关于真相的昭告会。陆总，请问这段视频您作何解释？画面中的人分明就是您和江小姐，您当初信誓旦旦指控沈氏集团工程材料造假，难道就是为了掩盖您自己的滔天罪行吗？沈氏集团曾对陆氏有知遇之恩，您如今却恩将仇报，置沈董的病情于不顾，甚至反过来诬陷沈氏工程造假，您还有身为一个商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吗？这难道就是您口中所谓的实名举报，一场精心策划、欲盖弥彰的商业陷害？这是真的吗？胡说！这都是沈清婉伪造的。他为了报复我，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施工室现场根本没有这种监控设备，这段视频分明就是他 AI 合成的假象。陆总既然如此肯定，那么你又是怎么会知道那个施工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视频呢？因为各位媒体朋友，请稍安勿躁。陆彦慈举报沈氏材料造假之事，纯属他的一面之词，与我钱某毫无关系。我钱某今日是为沈氏的未来之城项目解围而来，与这些私人恩怨并无瓜葛。大家听好了，陆彦慈他婚内出轨，在我沈家撤资导致他陆氏破产后怀恨在心，为了报复沈家，与钱总狼狈为奸。他们二人妄图以工程造假为棉，逼迫我沈清婉将价值几百亿的未来之城项目以仅10亿的价格贱卖给钱景明，这就是他们今日这场所谓的签约会的真正目的。钱总，10亿贱买沈氏100亿项目，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竞争，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您难道不怕被钉在商界的耻辱柱上吗？陆彦慈指控沈氏工程造假，您却企图低价收购，这其中是否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勾结？钱总，请您正面回答。钱总，您趁着沈董昏迷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就不怕受到网友谴责吗？住口！住口！胡说八道！我与陆彦慈只是普通合作关系，他污蔑沈氏，与我钱某人毫无干系。陆彦慈，你还不赶紧给各位记者解释清楚！钱总，我只是……闭嘴！我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对沈氏集团未来之城项目的关注。在此，我沈清婉正式宣布，未来之城项目已于今日全面复工。经过严格检测，我们的工程材料完全符合最高标准，所谓的造假纯属无稽之谈。沈氏集团欢迎所有部门和公众的监督。至于某些人为了私利恶意散布谣言，企图通过下作手段颠覆沈氏，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提交给了警方，相信法律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沈清婉，你以为你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就能掩盖你用 AI 伪造视频的事实吗？你休想翻案！从你第一次与他联手算计沈氏的那一刻起，你所有的行动都已经在我的局中。陆彦慈，你输了。沈清婉，我杀了你！放肆！我看谁敢动我女儿！放肆！沈董，他不是还在医院昏迷吗？怎么可能醒过来？毕竟沈董可是创一代，钱景明在沈董面前就是儿子见爸爸。你这个混账东西！当初信誓旦旦的说沈老头死定了，现在出了这种岔子，还敢拉我下水！我钱景明跟你这种人从头到尾就没半分交情。沈董，没想到您今天会大驾光临，今天的事儿全都是这小子的臆想。我钱某人对沈氏那可是仰慕已久，怎么可能？钱叔叔，您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要不是我爸恰好醒了，您是不是打算继续跟陆延时狼狈为奸？陆彦慈，你以为你还能躲到谁的身后？
如果没有你里应外合，钱景明这只老狐狸，他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吞并沈氏的产业吗？沈董、沈小姐，我真的跟这小子不熟，他就是个信口雌黄的小人。钱景明，你少装蒜！当初是谁主动找上我，说要联手搞垮沈氏，许诺给我陆氏集团注资100亿？现在沈董醒了，你就想把我一脚踹开当好人？你他妈做梦！陆燕慈的意思是，钱总才是幕后主使，并且还强行收购了他的公司。陆燕慈，你还敢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烂你的嘴！钱景明先生，我们接到举报，你的企业涉嫌工程材料造假，情节严重。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是沈氏造假，跟我钱氏一点关系都没有。钱叔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您新开发的天价楼盘用的却是劣质建材，一旦交付，那是多少家庭的安危？这举报人正是我。沈清婉，你怎么在这儿？你这个小贱人，你敢诽谤我？我钱景明在业内摸爬滚打几十年，你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片子，凭什么？我要告你，告到你倾家荡产！钱先生，请你冷静，有什么话去调查组慢慢说。陆远辰，你放手！你疯了吗？糖糖，你不能走，我不能输。你忘了我们还有孩子吗？我之前给你的那500万，你先拿点钱出来给我周转，等我缓过来，我一定能东山再起。我们一家3口未来可期啊！糖糖，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贱人，是他陷害我。孩子。陆燕慈，你清醒一点吧！你口中的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他跟你没有半点关系。说什么？江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那孩子压根就不是你的。江棠，我为你倾尽所有，你竟然敢拿野种蒙骗我！陆燕池，你配吗？我跟了你10几年，结果你转头就娶了沈清婉，还指望我给你生下所谓的陆家骨肉？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搞什么东西？陆言霄，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这个贱人，我打死你！天哪，这简直是年度大戏啊！太狗血了，豪门恩怨现场直播，比电视剧还精彩。活该！这种渣男和小三就该当众出丑。活该！今晚，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原谅我这一次。你都那么对他了，还指望他原谅你？陆燕慈，你现在这副鬼样子，恐怕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有后代了。真是大快人心，这种渣男活该，他这是被小三反噬，自作自受。放开我！救命啊！杀人了！快报警，叫救护车！不是我啊！秋安，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救我，我不想坐牢，求你原谅我。陆燕慈，你亲手两结了江棠，也彻底终结了你自己，你杀人了。你杀人了，是他，都是他，他毁了我们。秦婉，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毁掉？你难道忘了我们的过去吗？过去？你的过去里除了算计和背叛还有什么？你那些龌龊的借口，留着向法官和死者忏悔吧。沈清婉，
你当真要对我这么绝情吗？你不能走，你不能丢下我！爸，把这里交给警方处理吧，我们走。青婉，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沈清婉，你以为你赢了吗？我会诅咒你，永生永世不得安宁，下辈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王董，完了，沈氏的股价开盘就拉了涨停，沈凌天那个老东西根本就没有中风，我们被沈清婉那个丫头片子给耍了。慌什么？我们手里好歹还有沈氏集团10%的硬股份，就算钱景明倒了，沈清婉也没权利无缘无故开除董事会元老。王董、李董，几天前在股东大会上，你们逼我爸退位，骂我是个只会闹离婚的恋爱脑的时候，可不是这副缩头乌龟的嘴脸。沈清婉，你少在我们面前摆董事长的谱，老子手里的股份是合法的，你凭什么带保镖闯进来？合法？王大国，那你名下这个秘密持有钱氏集团100亿分红的海外洗钱账户也是合法的？沈总，大小姐，我糊涂啊！我是被钱景明那条老狗给威逼利诱的呀！求你看在我给沈氏卖命多年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吧！是啊，沈总，我们愿意把手里的股份全部无偿上交公司，只要您别把我们交出去。饶了你们？我爸在医院装病演戏的时候，你们在外面联手钱景明做公司散布假钢筋谣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是你们的老大哥？陈秘书，全面收回王大卢、李英业名下的所有沈氏股权，通知经侦总部可以收网了。是。王大国、李建业，根据沈氏集团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法律法规，鉴于你们涉嫌巨额职务侵占、巨额跨国商业间谍罪，公司将立刻解除你们的一切职务，并启动法律追责程序。现在，请2位配合我们的调查，立即离开。大小姐、董事长，好消息！经过相关部门的联合检测，咱们未来之城被陆燕慈偷换的那批问题钢筋已经全部连夜清理完毕。官方通告一出，澄清了全盘误会，咱们沈氏的股价一开盘就直接拉了涨停。好，这场局中局打得漂亮，不仅把钱景明那个老狐狸套死在股市里，还把陆燕慈这个白眼狼彻底送进了万劫不复之地。这只是第一步，陆燕慈故意杀人罪证确凿，后天的法庭宣判，我要让他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大小姐，不过现在大楼底下出了点状况，陆家那2个老东西过来闹事了。走。大家快来看看呀！黑心资本家逼死前夫全家呀！沈清婉，你这个毒妇，你仗着沈氏有钱有势，设计把我儿子送进死牢，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哎，听说陆燕慈以前是她老公啊，这刚离婚没多久就被整进监狱了。有钱人手段真狠啊！你看把这老两口逼的，一个疯了，一个瘫了，真可怜。沈清婉，你终于敢出来了！你今天不答应救我儿子，我就跟死在这儿！救你儿子？陆夫人，陆言慈是在签约会上当着南城几十家媒体的面故意杀人，当场被警方逮捕的。你是脑子糊涂了还是法盲？那也是被你逼的！要不是你设局害我们陆家破产，言辞他会失控去捅死江棠吗？都是你的错！你必须去跟法官说你是自愿签项目转让书的，让他改判无罪！张翠华，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陆燕池半夜去工地换劣质钢筋，陷害我们公司在先，当众故意杀人在后，他那是多行不义必自报。我操，这男的居然是个杀人犯，还当众捅死自己情人，太他妈畜生了吧！这何止是杀人，他还在工地上偷换劣质钢筋啊！这楼要是塌了，得死多少人？这叫谋杀全城啊！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养出这种杀人犯儿子。自己儿子作恶多端，还有脸跑到受害者公司门口来撒泼打滚，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好，
沈清婉，你狠！你是一定要逼死我们全家，是不是？大家当个见证，今天沈清婉不写下谅解书，不放我儿子一条生路，我们老两口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大厅的石柱上，我们做鬼也缠着你们沈家！天啊，廖夫人，快拦住他们！放开我！你们沈氏财大气粗，欺负人啊！逼死前夫全家，现在连死都不让我们死在这儿，还有没有王法了啊？陆夫人，你儿子当众杀人，犯的是刑法。你今天跑到沈氏大厅聚众闹事，逼受害者家属写谅解书，这叫敲诈勒索。至于谅解书，陆燕慈捅死的是姜糖，你想让你儿子活，应该去地下找姜糖写，而不是在我的公司大厅里碰瓷撒泼。我不管，要不是你设计害陆家，燕慈会是够杀人吗？今天你不写谅解书，我们老两口就死在你们大楼底下！大家都来看看呀！张翠花，大厅顶上几十个全景监控已经把你们聚众造势的全过程录下来了，你尽管继续闹。肃静！张翠花女士，根据沈氏集团的正式授权，以及您在此处多次扰乱公共秩序、涉嫌敲诈勒索的证据，本公司现正式向您发出法律通知。若您拒绝立即离开并停止一切侵扰行为，我们将立即启动强制驱离程序，并向法院申请限制令。你们仗势欺人，冤枉啊！我儿子还在里面关着呢。陆燕慈先生的刑事案带已进入司法程审判，蔡已出开庭审判了。保安依法驱离无关人员，确保沈氏集团正常运营。燕慈，我的儿啊！沈清婉，你不能好死啊！报应啊！哟，来新人了，这就是那个在百亿签约会上连捅了自己女人3刀的陆大少爷啊！兄弟们在电视上可都瞧见你了。进了这间房，是龙得盘着，是狗得跪着。哥几个，来，好好教教这位陆大少爷这里的规矩是什么。你们别过来，放开我！别打了，救命啊！医生，我老伴怎么样了？他不能死啊！病人之前就偏瘫，今天受到极度剧烈的精神刺激，大面积脑溢血，虽然抢救回了一条命，但以后彻底失去了意识，就是个植物人了。家属去办手续吧。植物人，老头子成了植物人，儿子要判死刑，我们陆家到底做了什么孽呀？张翠花女士，您的情况特殊，关于陆先生的后续照护问题会有专人处理。现在我们必须按照程序送您回羁押所，后天开庭，您将和陆燕慈先生在法庭上共同受审。陆燕池，钱总让我带话给你，这份认罪自述你背熟了，明天法庭上就照着这个说。陈律师，钱总答应我的，只要我扛下所有，他就找关系帮我减刑，让我只要坐几年牢就行。还有我爸妈的疗养院费，真的吗？当然，钱总已经把后续的费用全部转进了你父母的账户。只要你明天当庭认罪，钱总安排的法官会根据你的悔罪表现，把故意杀人改成过失杀人。商业犯罪由你个人承担，不出3年，你就能重获自由。好，只要能活着出来，我爸妈有钱养老，这黑锅我背了。钱总，陆燕慈那边已经全扛下来了，只要我们按计划控告他恶意诽谤，撇清集团关联，明天的庭审我们必赢。动作快点，把陆燕慈那点破事处理干净，别留下一点把柄。大小姐，陆燕慈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他会当庭认罪，试图帮钱景明脱身。他这次是真的疯了，竟然觉得钱景明能救他。从他杀人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颗弃子。明天开庭。被告人陆燕慈，关于你潜入未来之城工地，偷换国标钢筋，陷害沈氏集团一案，你是否认罪？我认罪。但这些全是我陆彦琛一个人为了报复前妻沈清婉干的，跟钱总跟钱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钱总，我把所有商业罪名都当成私怨扛了，你可一定要在外面找关系帮我把杀人罪减刑，保住我的命。法官阁下，既然被告陆燕慈已经亲口承认商业犯罪系个人报复行为，那我方当事人钱景明先生理应免于商业间谍罪的联合指控。原告沈氏集团是否有异议？我当然有异议。陈秘书，把真正的商业犯罪主谋流水投到大屏幕上。钱总，你口口声声说不知情，但这些做空沈氏的100亿盈利全进了你钱氏集团的口袋，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团伙商业犯罪，你才是幕后主谋。这不可能！
法官，这证明不了什么，这账本是伪造的。钱景明，你个骗子！你自身都难保了，你拿什么报运做减刑？你拿什么保我的命？你一直在利用我！滚开！滚开！你这个杀人犯！法官，他疯了！他在血口喷人！我没变，法官，我转污点证人，我交代，就是钱景明指使我换钢筋，指使我做空审视的。他手机里每一条发给我的指令，我全部都截了图。我们一起下地狱吧！肃静！带被告人陆彦池提交截屏铁证，技术人员立刻现场进行数据核对。出了事有钱是兜着，保你陆彦策不死。钱总，证据链闭环了。彦慈啊，我的儿啊，我们被这个姓钱的害死了。钱景明，你不是千亿老总吗？你不能只手遮天吗？你救我呀！你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你陪我一起吃枪嘴吧！本庭宣判，被告人钱景明犯商业间谍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行贿罪，涉及金额巨大，性质极其恶劣，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钱氏集团全部个人资产。被告人陆彦池犯故意杀人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罪行极其恶劣，手段残忍，虽有检举立功表现，但不足以平民愤，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不，我检举了，我立功了，法官，凭什么钱景明判20年，我要判死刑？被告人陆彦慈，你虽兼了联合商业犯罪，但你当众故意杀害被害人姜唐，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法不容情，绝不姑息。彦慈，我的儿啊！法官老爷，你们开开眼啊！我儿子被钱景明利用了！沈清婉，你个毒妇，你还我儿子的命来！青婉，娃娃，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看在5年的感情上，你帮我请最好的律师上诉好不好？我不想死，我求你救救我。陆彦慈，当你去换劣质钢筋，想要害死无数无辜工人的时候，当你拿起刀在大庭广众下害姜唐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给他们留一条生路？5年的算计，你该还了。好好向死者忏悔吧。老实点，带走。沈总，如今钱氏倒台，陆彦离判处死刑，南城商界格局大西缓，请问沈氏集团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沈总，听闻沈氏已经全盘接收了钱氏被查封的核心资产，未来之城项目是否由您一家独大？未来之城只是沈氏的起点，从今天起，南城只有沈氏，再无前路。陆大少爷，今天这顿打舒服吧？杀人犯进来都得先挨3天的揍，这是规矩。我没杀人。没杀人？你他妈当众捅死自己女人，全南城都看到了，装什么无辜？再说，你以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以为没人知道？那是我被骗了，姜唐那个贱人！行了行了，跟我说没用，有本事你跟法官说去。哦，对了，你没机会了，死刑下周。今晚，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好想回到过去。今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但如果看不到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说，5年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5年，我第一次见你，你穿一条白裙子，在学校门口等人，我当时就被你吸引住了。你回头看了我那一眼，我本以为那是幸运，可我却亲手毁了它。我总说你傻，可真正傻的是我自己。麻烦你帮我转交沈清婉。等着吧。
他说对不起，说了几10遍。陆燕慈，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那些刻骨的罪孽吗？大小姐，信上还说了什么？他说他后悔了，不奢求原谅，只希望我能知道，他死之前想的全是我。他害死了我的2个孩子，一个是被他下药毒死的，一个是被他亲手推没的。现在他说后悔，我就该去见他，去给他一个安心的结局。我每天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2个孩子的脸，他们还没来得及出生，连名字都没有。他一句对不起就想让我放下，凭什么？管教那边怎么说？那个畜生现在什么样子？管教说他这几天不吃不喝，受了很多形容枯槁，点名只要见您，其他人一概不见。他还说这封信他改了10几遍，写了3天3夜。不吃不喝是怕死，还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心软？他不是求我原谅，他是想让我去救赎，给他一个解脱。我凭什么要成全他？那大小姐，您的意思是不去？我去，安排一下，明天我去。我想亲眼看着那个害死我孩子的人如何在绝望中等待他的最终审判。青婉，你还是来了。有什么想说的你就说吧。求你帮我求情，不要死刑，无期，行不行？不可能，陆远池，你以为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回头的余地吗？青婉，那封信你看了吗？我真的后悔了。后悔？陆言慈，你现在才说后悔？燕慈，有了你，我好像什么都不怕了。曾经我是真的爱你，爱到倾尽所有。我让爸爸投资你的公司，帮你渡过难关。为了你，我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只为你一句有我在。可你呢？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你和江棠搞在一起，让我接连失去了2个孩子。现在看到你这副样子，我心里也有些难受。毕竟我们曾经那么爱着，但我更清楚，这就是你应得的结局。你欠我的，欠我们孩子的，都该清算了。我为你付出的和你给我的伤害，在此刻终于两清。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释怀了，也已经不恨你了。不恨了？你真的不恨我了？我活该。沈清婉，我什么都不求，只求你听我最后说一件事。求你说。我妈她还在照顾我那个瘫了的爸，我爸现在就是个废人，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打人。我妈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但我妈没害过你，她只是太惯着我了。青婉，你能不能帮她找个养老院，让她离开我爸？我死之前唯一的牵挂就是我妈。你的母亲，那个在婚礼上骂我是扫把星，说我孩子是野种的人，你还好意思提？我没忘，但我妈她毕竟是我妈。你当初下药害我第1个孩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那孩子也是你妈的血脉？你妈的事，我会让人去查。你真的愿意？青婉，下辈子别再见到我。青婉，你一定要幸福，好好活着。听我好好活着。大小姐，你还好吗？法务部那边让律师去跟陆母谈，如果他愿意，给他安排一家清静的养老院，费用从陆氏剩余的资产里出。是，大小姐。
下辈子别再见到我。青婉，我的青婉，不是施舍，是承诺。他答应了，他答应了，他还在乎我，还在乎我。张翠花女士，我受沈清婉女士的委托，来跟您谈养老院的事儿。沈清婉，那个害死我儿子的毒妇，她让你们来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张女士，陆彦慈先生在死牢里亲口恳求沈总帮您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养老，沈总答应了。这不是施舍，是履行他对您儿子的承诺。彦慈他下周执行，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您。城郊有一家怡康养老院，环境清静，医护齐全，费用从陆氏剩余的资产里出，您不用花1分钱。如果您愿意，今天就可以搬过去。张阿姨，您的房间在3楼，朝南，采光很好。张阿姨，怎么了？没什么，走吧。孩子，我的孩子。大小姐，刚刚接到通知，陆彦慈凌晨5点17分执行完毕。知道了。他最后说了句话，管教转述的。他说，告诉沈清婉，那盆花来年春天会开。我做你窗台上的一盆花。挂了。清婉，你很喜欢这些花？它叫山茶，开在冬末春初，特别坚韧。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它一样。那我愿做你窗台上的一盆花，永远守着你，等着你开出最美的样子。大小姐，楼下花店送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张卡片。放到窗台上。您要留着？花是无辜的，扔了可惜。大小姐，您今天还好吗？今天是新的一天，你说我好不好？好极了。是啊，新的一天，全新的我，未来一定会更好。沈总，您这次来是为了看看孩子们，顺便确认一下沈氏公益基金的资助款是否每一笔都用在了实处。都到了，每一笔都有详细记录，账目清晰。你要现在看吗？不用，我信任你。喂，你是他，江棠的孩子。小野种，你妈是小三，你也配玩娃娃？你这种晦气东西，别碰脏了我们的东西。谁给你们的权利欺辱一个比你们弱小的孩子？他妈妈是坏人。他妈妈的对错，法律已经审判，那是他要承担的代价。但他生下的孩子是无辜的，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一个无辜的人，难道比坏人更高尚？现在立刻跟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3个孩子除了正常的学习，未来半年内每天进行心理辅导，再有下次，我会追究福利院的管理责任，包括你在内。是，沈总放心，我立刻安排。你叫朵朵是吗？你妈妈的事情，院长伯伯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说我妈妈是坏人，
所以我也是坏孩子。你不是坏孩子，你妈妈做错了事，但那和你的存在无关。你拥有独立的生命，你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朵朵，你值得被爱。院长，朵朵这么小的年纪，除了母亲，父亲那边福利院难道就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吗？沈总，关于朵朵的生父，我们确实查到了一些情况，有证据都指向陈伟，他曾是陆燕慈的伴郎团成员，后来做滴滴司机，半年前一场车祸人就没了，查不出更多线索了。沈总，陈伟的父母年迈体弱，根本无力抚养朵朵，孩子才会送到这里。他生前每个月都会寄来500块钱，直到他去世，这孩子命太苦了。朵朵的资助款，沈氏公益基金从现在起提高到每月3000，专项用于他的教育、生活和心理辅导。另外安排最好的心理老师，每周至少跟他谈2次，我要确保他能得到最健全的成长环境。沈总，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太好了，谢谢您，您真是个大善人。这不是施舍，这是对一个无辜孩子的补偿。江棠的罪孽不该由他的孩子来承担，况且他不该是这样生活的。阿姨，你还会来看我吗？会，我答应过你。阿姨，再见。大小姐，您对朵朵真的很好，这和您平时的作风……不是对她好，是对一个无辜的孩子好。你觉得我冷血无情吗？不敢，只是她毕竟是江棠的女儿，江棠曾经……江棠是江棠，朵朵是朵朵，成年人的罪孽不该让无辜的孩子来承受，这是我的底线。您说的对，我明白了。而且那个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妈死了，爸也死了，他只有福利院，只有这份残缺的记忆。如果连我都不拉他一把，不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他就真的彻底没人了。而我不会再让任何一个无辜的孩子。那这是南城商业女性最旧的领袖论坛。接下来我想请问沈总一个问题，过去1年您经历了婚姻破裂、商业战争，甚至生死考验，现在一切尘埃落定，您还会相信爱情吗？我相信爱情，但这世界上值得我全心投入的并非只有男女之爱。那在沈总心中，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最爱的男人是我爸，他腿脚不好，我得陪他复健。至于别的，我不需要靠爱情来完整自己，一个人也很好。那如果有合适的缘分出现呢？缘分来了，我不躲，但他不来，我也不找。我的幸福由我自己定义。沈总，沈总，您能等一下吗？您是？我叫李秀梅，我老公是未来之城工地的钢筋工。去年陆燕慈偷换劣质钢筋那会儿，我老公在工地上干活，差点出事，是他命大呀。后来您把那个项目整顿了，我老公才保住了工作。今年他查出来肺癌，是您那个反商业犯罪基金给我们报销了大部分医药费。沈总，我不知道怎么谢您。大姐，您别这样，起来说话。您的恩情我受不起。封信是我老公口述我写的，他让我一定亲手交给您。他说您是活菩萨。回去告诉您老公，好好养病。沈氏的基金会一直帮到底，这不是施舍，是沈氏的责任。沈总，您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吗？陈秘书，你说我真的好吗？大小姐，您是最好的，您让那些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您也让无数无辜的人有了生路。不够。南城还有很多像李大姐老公那样的工人，他们辛劳一生，却可能因为一场病、一次意外就失去所有。他们病了没人管，老了没人养。我要做一个专门的工人关爱基金，为这些城市的建设者提供保障。这个想法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大爱。让法务部即刻起草方案，下周1之前，我要看到完整的可行性报告。资金方面，直接从沈氏公益基金中划拨。沈总，我儿子当年也是陆燕慈的伴郎。他出车祸死了，留下一屁股债。多吃点，你瘦了。爸今天在论坛上听到你说的了，爸真为你骄傲。爸，你也吃。我能有今天，都是您栽培的好。老板，
爸知道你现在有沈氏，有基金，忙得很。可人生啊，不能只有事业。你妈走了这么多年，爸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一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宿。陆彦慈那个混蛋，是爸看走了眼。爸，不怪您，是我自己选的。现在我对这些真的心如止水。你张叔叔的儿子在国外读的金融，刚回国，人不错，知根知底。爸不是逼你，只是希望你别因为过去的事就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交个朋友总可以吧？爸，我收下了。但现在我心里还有些事没处理完，等我把这些都解决了，再考虑别的好吗？沈氏的工人关爱基金才刚起步，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等着我。好好好，收下就好。爸相信你，那你先忙，爸等你把所有事都解决了。谢谢爸，您多吃点，别光顾着给我夹。爸不是逼你，只是希望你别因为过去的事就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不是现在。大小姐，查到那个发短信的人了，是陈伟的母亲，就是朵朵。大小姐，朵朵的奶奶，她现在住在一个农村老房子里，老伴瘫痪在床，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想见我，她说想当面感谢您，因为您资助了朵朵，让她老人家这颗心彻底放下了。安排一下，我明天亲自去。您亲自去？既然老人家有这份心意，就不能让他为了我再奔波。我去。沈总，您真的来了，我这老婆子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啊！阿姨，您别这样，您站好，我们好好说话。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陈伟，当年跟着陆彦慈那个魔鬼货做了太多对不起您的事儿，他后来也知道错了，一直想和你道歉，结果还没来得及就出了车祸。我跟他爸都没本事，生病瘫痪了，实在养不了朵朵。多亏您沈总，多亏您啊，是您给了朵朵活下去的希望。阿姨，这里面有一些钱，您拿着给叔叔看病。朵朵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沈氏会一直资助她，直到她长大成人。沈总，您真是大好人啊！菩萨保佑您，菩萨保佑您啊！阿姨，别这样，陈伟做错的事是他的事儿，您是您和叔叔是无辜的，好好活着就是对朵朵最好的爱抚，也是她最大的福气。您哭了？没有，这里风沙大，迷了眼。陈秘书，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仇恨、财富、权力，到最后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最终图的不过是能问心无愧，图一个心安吧。对，图个心安。什么？您说陆彦慈的母亲今天突然晕倒？医生，病人情况如何？病人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的昏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身体极度虚弱，需要长时间的住院调养。营养不良，养老院的伙食不至于如此。并非伙食问题，是他自己不愿进食。护工反映，他每日只勉强喝些清粥，肉菜一概不碰。安排最好的单人病房，全套护理，费用沈氏承担。好的，沈总，我们会尽力。沈清婉，你怎么会来？陆彦慈临死前求我照顾你，我不想让他死不瞑目，也不想他再纠缠。我对不起你，我当年那样羞辱你，那样恶毒，我不配活啊！过去的事儿已成定局，如今你为自己的选择承受代价，把粥喝了，不吃饭，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沈清婉，你不是好人，你是菩萨。
我儿子他不配。我不是菩萨，你儿子的确不配，但你配好好活着。沈清婉，你还会来看我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别让我白来一趟。大小姐，您对那位已是仁至义尽。陆燕慈欠我的，这辈子还不清。我不会放过任何伤害过我的人，但我也不想被他最后那点遗愿所牵绊，让自己背负不必要的负担。他能活多久是他的事，我只求一个彻底的清净。喂，院长。朵朵被一个特别好的家庭收养了，手续今天刚办完，养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知书达理，对朵朵爱得不得了。那孩子他愿意吗？他一开始可不乐意了，抱着我说舍不得您，要等您回来。后来我们跟他说沈阿姨会来看他的，他才红着眼睛同意了。好，那我愿做你窗台上的一盆花，永远守着你，看着你，等着你开出最美的样子。你开花了，我还在，谁也不欠谁。婉婉，你看，爸能走了。爸，您慢点，别累着。你妈要是看到，一定高兴坏了。妈会看到的，她一直在看着我们。大小姐，好消息，沈氏集团被评为年度最佳企业，这是证书，您的名字赫然在列。谢谢，这荣誉属于所有沈氏的员工。还有这个，是朵朵寄来的。大小姐，您没有，是高兴。阿姨，朵朵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阿姨会经常来看你的。阿姨，我一定会想你的。这个娃娃，他会替阿姨陪着你。沈总，谢谢您，谢谢您为朵朵做的一切。他是个好孩子，麻烦你们好好待他。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朵朵视如己出。大小姐，走吧。过去，再见；未来，你好。子明哥哥，你告诉我，我跟念初比，谁更漂亮？小心事儿，肯定是你最漂亮。念初，你听我解释。解释吧。念初，全是这女人勾引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方才不还小心肝小心肝的叫着，这眨眼的功夫怎么就成了这女人了？子明哥哥，分明是你亲口讲，你心里只装着我，你还许诺要迎娶我。你给我把嘴闭上！他胡说八道，你最清楚，我这辈子眼里就只有你一个。念初，我就知道你心底还是放不下我，对吧？你大爷的放不下！你大爷的放不下！你这副嘴脸真叫人反胃。说你下作都是在糟蹋下作这两个字。我和你的婚约取消，咱们两家的亲事到此为止。苏念初，你给我等着！行，我等着。子明哥哥，你怎么样了？好看吗？还不错。苏小姐，有没有兴致和我结个婚？沈墨尘，你没事吧？我缺一个帮手，沈家那地方遍地豺狼，凭苏小姐的能力，
用不了多久就能站稳脚跟。莫名其妙，你脑子怕不是有毛病？霸总文看多了，你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那什么看霸总文的软件给卸。3、2、1。3、2、1。我竟然闪婚了，不过这份差事值。老板，接下来还有什么吩咐？直接喊我名字。收到，老板。婚房安排在7元，一会儿助理送你过去，卧室你随便挑。周五我来接你，带你去见家里人。见家里人，这就要上战场了，绝不能让老板失望，把我给辞了。保证不辱使命。太太，我送您回去，路上有些情况需要先跟您说一声。老板，回见。老板，回见。我们老板是沈家大少爷，沈家家主原配亲生的。后来有个女人带着私生子闯进门，老板的母亲遭受重伤，精神恍惚之下出了车祸，人没了。打那以后，老板13岁就被送去了国外。所以他找我，是为了不被沈家那些人拿捏住，替他把沈氏夺回来。正是，苏小姐，盼您使出浑身本事，帮老板料理好沈夫人那边的麻烦。明白了，替我转告你家老板，这辈子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第三者，有我盯着，沈家那位夫人和他的宝贝儿子，别想再过一天安生日子。怎么感觉有人要倒大霉了？这地方也未免太阔气了吧？这地方也未免太阔气了吧？老板名下类似的房产还有不少，苏小姐随便挑一套中意的，直接过户到您名下便是。不过是签个契约婚姻，又送钱又送房，这阵仗不会是要我以身相许吧？周助理，你家老板该不会指望我陪他那个吧？这个嘛，属实不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不过苏小姐尽管放宽心，我们老板身心都很康健。身心康健，身心康健，啥意思？跟我问的问题有啥关系？你爸出差回来了，今晚回家吃饭。他回来了，关我去你！那我先不叨扰太太了。得，又该回去跟那位冒牌千金和一对薄情父母周旋了。沈总，您的咖啡。东西送到了。送到了，不过苏小姐好像想见你。沈总，我帮您擦擦。下去。是。不孝的东西，还不赶紧给我跪下！姐姐，爸妈动气也是情有可原的。顾家本来就有意和咱们家结亲，你动手把顾家的公子送进了医院，且不说你自己名声受损，往后两家的生意还怎么往来呀？他都跟别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了，我还碰不得他了。你既然这么心疼两家的关系，不如你替我嫁过去。你既然这么心疼两家的关系，不如你替我嫁过去，这怎么合适呢？姐姐，你才是苏家正经的千金小姐吗？哟，你就别装了，你在苏家这日子过的，谁看了不以为你才是苏家的亲骨肉？你能不能管住你那张嘴？
顾家那分明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怎么忍心让婉柔嫁过去？妈倒是清楚那是个火坑啊，那你明知是火坑，偏要把你亲生的女儿推进去，倒护着她这个冒牌千金。豪门之间的婚事，谁讲什么真心？你就不能委屈一下自己？好歹顾家二少奶奶那个名头还捏在你手里。你要是这么稀罕那个头衔，你自己嫁过去得了。你，看样子你现在是彻底不拿这个家当回事了。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回事？说到底，我苏念初不亏欠苏家分毫，倒是她苏婉柔霸着我的位子享了这么些年的福，欠你们的可海了去了。够了！你非要把刀子往婉柔心口上扎才甘心是吧？妈、爸、哥，求你们别再因为我跟姐姐吵架了。姐姐说的对，我本来就是假千金，占了姐姐的身份这么久，姐姐心里有恨是应该的。倘若只有我离开才能让姐姐解气，那我现在就走。婉柔，她想走，你们就放她走呗。光是嚷着要走，我都听了不下200遍了，哪回真迈出去过？这演技真是练到骨子里了。给我闭嘴！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耳朵没毛病吧？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我丈夫的来头，你们一家子加起来都够不着。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敢嫁人，信不信我直接将你逐出苏家？随便，跟你们做一家人这件事儿，我本来就没什么兴趣。既然没旁的事儿，往后就别再找我了，叔叔阿姨后会无期。这可怎么收场？顾家那边我们根本惹不起啊！明天我带浩儿上医院去，跟顾家公子当面赔不是。至于苏念初，从今天起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划掉。你就算是真千金又能怎样？到头来还不是什么都落在我手里。爸，您别急，顾家那边的麻烦我来摆平。婉柔，你当真打算替苏念初嫁去顾家？不是，其实我呢，现在正跟沈家的公子交往。当真？好，千真万确，只要我张这个口，他必定替咱们家出面。苏念初，我就算是冒牌的又如何？等我嫁进沈家大门那天，不管你攀上了谁，这辈子都只配抬头看我。老板，这身打扮符合沈太太的人设吗？无可挑剔。这不是沈家那位刚回国的大少爷吗？旁边那是谁？听说是苏家那个刚找回来的真千金，不过听说在家里很不受待见，怎么攀上沈大少爷了？这阵仗比起苏家那几个跳梁小丑，确实够排场。今晚这场硬仗得打得漂亮，绝不能砸了老板的场子。老板，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我的出场费是不是该提前结一下了？表现得好，本月奖金翻倍。成交，保证表现优异。表现得好，本月奖金翻倍。成交，保证表现优异，服务到位。姐姐，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这种级别的晚宴，苏家连入场券都拿不到，姐姐是怎么进来的呀？该不会是找了什么不入流的门路吧？婉柔，你这位姐姐刚回城里，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也正常。大哥你也是，怎么什么人都往沈家的家宴上带，也不怕丢了父亲的脸面？老公，这2位是哪来的服务生？怎么穿着客人的衣服就到处乱跑呀？沈家的安保这么松懈吗？苏念初，你装什么傻？我是婉柔，这位是沈家2少爷沈承安。哦，原来是鸠占鹊巢的苏家假千金和沈家那位见不得光的2少爷。瞧我这记性，实在是对不上套。你算什么东西？跟在沈家撒野！承安，注意你的态度。你眼前站着的是我沈墨琛明媒正娶的妻子，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怎么可能？她不是随便找了个老男人嫁了吗？怎么会是沈墨琛？承安，注意你的态度。你眼前站着的是我沈墨琛明媒正娶的妻子，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怎么可能？她不是随便找了个老男人嫁了吗？怎么会是沈墨琛？按沈家的规矩，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承安，
这就是你对待长辈的教养。既然都是一家人，我也就不见外了。弟妹，长嫂第一次进门，你不该敬杯茶吗？你休想！大哥，你这是故意刁难。敬茶，或者现在滚出宴会厅。我的太太不需要受任何人的气。婉柔，忍一忍，别在今天闹事。母亲在楼上看着。大嫂，请喝茶。这就受不了了！你霸占我人生、吸我血的时候，可比这神气多了。你欠我的，这才刚刚开始呢。茶有点凉了，不过看在弟妹这么懂规矩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喝一口。下次记住了，手要端稳，心更要摆正。本以为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野丫头，没想到还挺长硬刺。沈墨琛这次倒是找了个好帮手。夫人，二少爷和婉柔小姐刚才吃了大亏，我们要不要下去压压那个苏念初的风头？急什么？对付这种贪图荣华富贵的女人，用不着我亲自出面撕破脸。去，给财务部打电话，把大少奶奶名下所有用于置办行头、日常开销的副卡全给我停了。是，夫人。我倒要看看一个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真千金，明天拿什么在太太圈里摆谱。是，夫人，我这就去办。苏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这张卡显示账户已被冻结，刷不出来。您看是换一张卡，还是这几件当季新款先不要了？您看是换一张卡，还是这几件当季新款先不要了？韩素云动作够快的，昨晚刚在宴会上吃瘪，今天一早就断了我的治双费。堂堂沈家当家主母，手段也就这么点小家子气。苏小姐，咱们店里的新款都是限量供应的，后面还有不少太太排队等着看呢。如果您今天不方便付款，我就先挂回橱窗了。急什么？一张卡停了，换一张就是。这是全球限量的黑金副卡，苏小姐，您稍等，我马上为您办理。等等，刚才那几件当季新款我都不要了。啊？不要了吗？把那个包给我包起来。苏小姐，那个包是沈夫人，也就是韩太太早就看中的，说是今天下午会派人来拿。她付定金了吗？这倒没有，但韩太太没付钱，那这包就在售，直接刷全款。出了事我担着。从整体经营成绩单来看，核心指标基本达成阶段目标，新兴业务实现突破性增长，但部分下沉市场费用管控仍存在优化空间。老板，说，刚刚财务部那边传来消息。韩素云女士停掉了太太名下的置装费账户。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10分钟前。不过太太刚才在商场动用了您给的那张黑金副卡。太太不仅刷了全款，买下的还是韩女士垂涎了整整半年都没舍得买的那个古董包。老板，要不要我去处理一下？不用处理。那韩女士那边要是闹起来，她敢惹，就说明她能摆平；她敢惹，就说明她能摆平。沈总，7位数买下韩素云盯了半年的古董包，您就这么把黑卡给她随便刷，是不是太纵容太太了？周特助，你觉得我是在拿2000万的黑卡额度跟她随便玩玩？那倒不是，只是韩素云要是真在老宅那边闹起来，董事会那边不好交代。看看这个，今天早上刚出来的。顾氏集团旗下那2家财务公司的做空数据。这2家公司不是顾家专门用来给苏家做利益输送的空壳吗？怎么在顾子明被捉奸的当天就被人恶意做空，平白蒸发了5000万？这是太太干的！苏家把他接回来3年，让他住地下室，不准他上桌吃饭，最后还想200万把他卖给家暴老男人填窟窿。换做其他人，除了哭天喊地还能干什么？可他苏念初一边在苏家当软柿子演戏，一边用虚拟 IP 精准切掉了顾家的资金链。所以您在酒店长廊拦下他开出100万月薪，根本不是一时兴起。沈家那地方遍地豺狼，韩素云和沈承安盯着我的每一步。我不需要一个需要我时时刻刻护在身后的娇妻，我要的是不内耗有仇当天报的孤狼。只要给他足够的钱和绝对的尊重，他就能替我咬死所有的敌人。明白了，韩素云以为断了太太的治双费能让他在太太圈里丢脸，结果您直接给了张无限额黑卡。太太这是拿着您的尚方宝剑去商场把韩素云的脸给抽肿了。
一个冒牌货，一个继母，他都能收拾。通知国内各部门准备。既然太太已经在商场开撕了，我也该收网了。沈太太，您的包已经包装好了，感谢您的惠顾。店长呢？把那个喜马拉雅古董包给我拿出来，我现在就要带走。韩太太，实在抱歉，那个包刚刚已经被这位女士买走了。我当是谁这么大手笔？苏念初，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是刚停了你的卡。阿姨这话说的真有意思，沈家这么大个产业，难道就只有您停掉的那一张卡吗？你刷了莫琛的钱，你以为沈家的钱是给你这种女人随便挥霍的吗？把包给我放下！买卖讲究个先来后到，这包全款已付，现在是我的私有财产，您要是在这儿动手抢，丢的可是整个沈家的脸面。买得好，随便刷。不好意思啊，阿姨，我老公刚发消息说夸我买得好，让我接着随便刷。您要是实在喜欢，不如让您那个二少爷也给您拿张副卡刷刷。哦，我忘了，他在沈家好像没这个权限。你简直是个狐狸精！谢谢夸奖，我老公养得起我，我先走一步了。看不出来，这老板还挺护短，这张黑卡刷的真是神清气爽。各位长辈，实在对不住，今天我必须把苏念初的真面目揭露出来。她根本不是什么冰清玉洁的千金小姐，她在外面水性杨花，不知检点，甚至还企图勾引别人。她被我退婚后，马上就跟那些不三不四的老男人混在一起了，苏家的脸都被她丢尽了。念初，这是怎么回事？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苏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败类？陆子明，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喜欢在群里发小作文是吧？我今天就让你尝尝社死的滋味。各位长辈，他苏念初现在指不定拿了哪些野男人的钱在外面挥霍，我退婚那是保全我们顾家的名声。哎呦，造孽呀！婉柔多乖巧，怎么这个真千金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念初，你立刻回家解释清楚，别在外面丢人现眼。陆子明，给你留脸你不要，那就别怪我让你把脸丢到太平洋去。既然顾少这么有闲情逸致分享私生活，那我也帮大家回忆回忆。温馨提示各位长辈，视频内容略显刺眼，高血压、心脏病患者请谨慎点击。另外，顾少那句小心肝儿叫的可真是余音绕梁呢。这是什么污糟糟的东西？子明，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我的老天爷，辣眼睛，太辣眼睛了！这女的是谁呀？这不是婉柔那个好闺蜜吗？顾子明，你简直欺人太甚！不是的，大伯，你听我解释，这视频是合成的，是苏念初故意陷害我。不是的，大伯，你听我解释，这视频是合成的，是苏念初故意陷害我。老板，你什么时候站在那儿的？走路怎么连个声都没有？在沈太太往家族群里丢深水炸弹的时候，让老板见笑了，随手处理个不可回收垃圾而已。老板，你这是干嘛？突发颈椎病了？沈太太看到那个姓顾的在群里这么编排你，我心里很不舒服。不是，他骂的是我，你有什么好不舒服？我这人护短，见不得自己的人受委屈，我现在心里很难受，极度需要安慰。那什么，我去开门。沈总，太太，不好了！老宅那边的几个长辈突然杀过来了，带了一堆大补汤，说是关心一下你们新婚生活，人都已经到院子大门口了。关心新婚生活？这咋关心？他们想怎么关心？看来沈太太今晚得好好发挥你的演技。时间也不早了，莫琛啊，你们新婚燕尔的，就别陪着我们两个老骨头熬夜了，赶紧回房休息吧。三姑，哪有客人还在我们休息的道理？我们不困，
您和三姑父大老远跑来，我们多陪陪你们。哦，对了，刚才说到去年您女儿，也就是莫琛的表姐，给您买了只小狗，是什么小狗？平时喜欢吃什么？您每天遛几次？你也喜欢小狗啊？哎呀，我和你说，这小狗可乖了。我们今天啊，就是关心一下你们，你们快点去休息吧。沈家的重任都在莫琛肩上，休息不好怎么行？我们今晚就在1楼客房住下，你明天再跟你三姑慢慢聊小狗的事儿。这哪是来探望的，这分明是韩素云派来的监工，不看着我们进同一个卧室是绝不罢休了。对对对，快去吧。老婆，既然三姑和三姑父发话了，我们就先休息吧，别让长辈们操心。老板，息过了，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配合点，沈太太，楼下有2双眼睛正盯着你呢。我警告你，我们是纯洁的金钱雇佣关系，你今晚要是敢乱来，我立刻解约。沈太太放心，我是正常人，对强人所难没兴趣。3八线，1人1半，楚河汉界。谁要是晚上越界碰了这抱枕，谁就是禽兽。可以，关灯睡觉。还好这老板算个正人君子，只要我今晚保持这个姿势不动，熬到天亮就万事大吉。这抱枕挺暖和。苏念初，醒醒！醒了醒了，早上好。那个老板，早啊！我没干什么吧？你也真是的，干嘛不好好穿衣服啊？沈太太，你的睡相真别致。对不起，对不起，意外，纯属意外。我平时一个人睡真不这样。是吗？看来以后得加一项工伤赔偿条款了。赶紧起床，三姑和三姑父估计早就起来等我们了。苏念初，你怎么这样？江琪不会因为这个被扣光吧？沈太太在想什么？啥也没想。老头子，你听听，里面有动静，好像在说什么扣子，什么意外的。素云嫂子说了，莫琛的这精得很，指不定是随便找了个人来应付的，咱们得看仔细了。要是假结婚、新城项目，他连碰都不想碰。哎呀，三姑三姑父，您二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哎呦，我们老人家较少。莫琛啊，昨晚睡得可好？托三姑的福，睡得很好，就是睡得有些晚。沈莫琛，你大爷的，毁我名誉！老公，瞎说什么呢？长辈还在呢。呵呵，年轻体壮是好事。多谢三姑和三姑父，莫琛他不用。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恩爱。那行，老宅那边还有事儿，我和你三姑父就先回去了。三姑和三姑父慢走，中午我和莫琛一定回老宅给您和妈敬茶。素云，我跟你说，我可是火眼金睛。那苏念初早晨开门的时候，那领口、那眼神，绝对是的样。莫琛那小子眼睛粘在那丫头身上都撇不开。没错，看来他们不像是演戏，莫琛是真的被这个苏家的丫头给迷住了。当真，那丫头长得确实勾人，而且有些手段。素云，你可得当心了。要是他们真连成一条心，再怀个早孙，这沈家的大权，程安可就真的一分都捞不到了。程安，不用再试探了。老三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沈墨琛和那个苏念初确实是真的。该死，顾子明那个废物，要不是他出事，苏念初怎么会跟沈墨琛结婚？妈，绝对不能让他们在新城项目上站稳脚跟。既然他们要双宿双飞，那就送他们一起进地狱。你买通的那个核心项目部的线人可以动手了，把新城项目的核心底价偷出来。我要在明天的董事会上让沈墨琛彻底翻不了身。放心吧，妈，机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就是沈墨琛的。
沈太太大半夜不睡觉，是在给我这个老板打白工，还是在给别人？沈太太大半夜不睡觉，是在给我这个老板打白工，还是在给别人挖坑？老板，你这话就见外了。我拿了你100万的月薪，当然得提供超值服务。韩素云不是想安插眼线偷我们新城项目的底价吗？我不过是顺水推舟，送了他一份精心修饰过的数据大礼包罢了。只要他敢拿着这份假底价去跟风竞标，前期投入的数亿资金就会全部被套路。这个坑，保准他摔得连骨头渣都不剩。数据造得天衣无缝，连我都差点信了。不过韩素云生性多疑，他敢下这么大的注，背后肯定有海外资金盘在托底。海外资金盘？那我的假数据岂不是只能伤他皮毛，动不了他的根基？你早就把他的后援资金链给切断了。他敢把手伸到我的地盘，我总得教教他规矩。沈太太够狠，连后路都给人挖断了。老板彼此，坑人都不带眨眼的。这种不需要费力解释，一个眼神就能打配合的对语，真是该死的有魅力。沈墨琛啊，沈墨琛，你到底还是太年轻。新城项目这么大的一块肥肉，到底还是落到我手里了。马上通知竞标组，按照这个价格，立刻打款签合同。夫人，我好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没看到我正高兴吗？夫人，我们刚刚提交了竞标意愿书，但是我们的海外账户被冻结了，资金根本打不过去。而且沈氏刚刚公布了真实底价，我们拿到的那份数据是假的。你说什么？我们现在不仅拿不到项目，还因为恶意违约面临数千万的巨额罚金，资金链彻底断了。苏念初、沈墨琛，你们这两个贱人，竟然敢给我下套！太太，这是慈善晚宴的主办方刚刚派人送来的邀请函，指明邀请您和老板出席。慈善晚宴，看来圈子里那些阔太太们是迫不及待想看看我这个新上位的大少奶奶长什么样。温柔，你拿个高仿钻戒出来干什么？顾少难道不想报仇吗？明晚的慈善晚宴，我要让苏念初当着全城名流的面身败名裂，把他狠狠地踩进泥里，永远都翻不了身。天哪！这不是顾少刚拍下来的钻戒吗？怎么会从姐姐的包里掉出来？好啊，你个苏念初，你被沈家断了卡，手头紧，竟然下作到跑来晚宴现场偷东西。这枚钻戒可是我花了2000万从拍卖行拍下来的。真是不要脸，穿的人模狗样的，居然是个小偷。到底是在乡下养大的，上不了台面。沈大少爷怎么娶了这么个女人？2000万的钻戒，顾少好大的手笔。不过，你们顾家现在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哪来的2000万？靠欢乐豆吗？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偷了东西还敢血口喷人？你们顾家现在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哪来的2000万？靠欢乐豆吗？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偷了东西还敢血口喷人？看我表演。周助理，放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助助兴。这枚仿的最像，就它了，3000块能不能开发票？
妹妹，你这3000块买来的 A 货玻璃碴子，不仅用来碰瓷，还要硬说是顾少花2000万买的，你这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还是在诈贱啊？不是的，这是合成的视频，是他陷害我。子明哥哥，你快帮我解释啊！解释什么？解释你们这对狗男女怎么狼狈为奸？顾子明，你劈腿出轨在先，造谣抹黑在后。苏婉柔，你鸠占鹊巢，偷了别人的人生还不知收敛，现在居然拿个假货来设局栽赃。你们两个的脸皮真是比城墙还要厚，下水道里的老鼠都没你们脏。沈太太骂了这么久，润润嗓子，接着骂，别累着自己。顾氏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各大银行已经联合申请强制清算。顾少有这个闲情逸致，拿个玻璃碴子来构陷我太太，怎么不抽空回去看看你家那栋即将被法院查封的别墅？陆晨，完了，全完了！我沈墨琛的太太，沈家的当家主母，谁再敢动她一根头发，顾家就是下场。老板，怎么了？是不是头晕？你刚才递水给我的时候，真帅。沈墨琛，你身上怎么这么硬？苏念初，坐好，别乱动。就不做好。老板，你今天在宴会上递水给我的时候，真像个昏君，但我好喜欢。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你啊，我的月薪100万大老板。苏念初，你真是有本事，拿我当枪使的时候比谁都精明，现在倒学会装傻了。再不老实，本月奖金全部扣光。资本家就知道威胁我。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个没得感情的开车的机器。老板这眼神，回去怕是要出大事啊！楚楚，到家了。喝不了那么多。刚才在车上为什么还要抢我的香槟？因为高兴啊！你没看到顾子明那个渣男瘫在地上的样子吗？简直比丧家之犬还难看，痛快！好痛！你先去沙发上坐好，我去给你倒杯蜂蜜水解酒。喂，老板，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这人天天穿着高定西装，端着个老板的架子，装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模样，你不累吗？啊！当心！见鬼！这男人平时看着冷冰冰的，怎么现在这副样子？简直是在勾人犯罪！老板，你压到我头发了。苏念初，别考验我的定力，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而且是你名正言顺的丈夫。我去倒蜂蜜水，你乖乖躺着别动。
昨晚真是喝断片了，我好像捏了老板的脸。天哪，我不想活了！强迫症真受不了这个。苏婉柔和沈承安。苏婉柔和沈承安，难怪苏婉柔一个假千金，能在苏家继续作威作福。难怪韩素云敢拿数亿资金来抢星城项目。原来吸血的苏家早就跟韩素云那个私生子暗中结盟了。他们这是打算联手挖空沈墨琛的核心产业，把沈氏彻底分尸干净。一个冒牌货，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真是绝配。想玩偷天换日？行，那大嫂就陪你们玩把大的。老板，看看我刚才在你书架缝隙里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份协议是韩素云那边的人销毁不彻底留下的。你看到了苏家人的名字，第一反应不是替你的原生家庭遮掩，而是直接拿来给我看。遮掩？他们把苏婉柔这个冒牌货当眼珠子一样护着，把我当成可以随意压榨的血包，算哪门子家人？沈承安和苏婉柔暗中勾结，这是摆明了要挖空你手里的新城项目。老板，人家都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要是还藏着掖着，那100万的月薪我拿着烫手。这个女人总是能给我惊喜，在利益和所谓亲情面前，她清醒的可怕，但也真诚的让人移不开眼。你干嘛突然走这么近？有话不能站那儿说。沈太太这份坦诚，我很受用。不过，既然知道他们已经结盟，接下来的硬仗，你怕不怕？跟我玩压迫感，老板，你怕是低估了我的战斗力。你，怕？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老板，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所以呢？所以呢？所以，合作愉快。老板，出大事了！公司楼下大厅，我瞎了，我什么都没看见。老板，你们继续，我过半个小时，不，1个小时再来。那个，我在帮你们老板看衣服的材质。对，材质。周助理，你最好真的有要紧事，否则你这个月的奖金可以去财务部结清了。绝对是要紧事儿。老板，太太的亲生父母苏家的那2位长辈，现在正坐在咱们沈氏集团的1楼大厅里。他们跑来干什么？他们带着记者坐在大厅地上撒泼打滚，非要见太太，说是太太发迹了就不认爹妈，要求太太立刻交出新城项目，让2少爷沈承安来接手，否则就在大厅里一头撞死。一头撞死，这种戏码不亲自去前排看看，岂不是可惜了？老板，走吧，带你前排看戏。大家快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苏家养出来的好女儿，飞上枝头变了凤凰，就不认生身父母了啊！我们辛辛苦苦把她找回来，她却翻脸不认人。念初啊，你就算对我们有怨气，也不能拿沈家的家业开玩笑啊！新城项目那么复杂，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懂？赶紧听爸一句劝，把项目控制权交给2少，大家都是一家人，他还能害你不成？天哪，原来大少奶奶是这种人。这也太狠了吧！亲生父母都逼成这样了，为了争权夺利，连脸都不要了。念初，你终于肯见我们了！你快跟你公公和2少爷低个头，把项目交接了。妈，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和二少爷低个头，把项目交接了。妈，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为了我好，苏夫人，您的演技不去拿个奥斯卡，真是屈才了。孽障，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我们生你养你，难道还欠了你不成？生我，确实；养我，你们凭什么说得出口？真不是东西，还在这里混淆视听骗大家。大家看清楚了，这些是苏家所谓的养育之恩。18岁把我接回来，不让我上桌吃饭，把我关在地下室，就为了给你们那个宝贝假千金腾地方。你胡说八道！我胡说？那再看看这几张银行转账流水和聊天记录。去年你们公司资金链断裂，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你们要把我以200万的彩礼卖给一个50岁有家暴史的老男人填窟窿，这也是为了我好？你这个白眼狼，家丑不可外扬，你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我们！苏先生，在我的地盘动我的太太，你出门的时候是把脑子落在家里了吗？放手，沈墨琛，我是你岳父。周助理，在，即刻起撤销沈氏集团与苏家旗下所有产业的合作，冻结一切资金往来，法务部跟进违约金索赔。沈少爷，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另外，让安把这些闲杂人等直接丢出去，以后谁再放他们进来，直接去人事部领辞呈。老板，为了我这个挂名太太，一口气切断了苏家那么多业务线，不怕亏本？能为我的同伙扫清障碍，这点筹码算得上物超所值。老板，沈承安这次是下了死手，他不知道从哪儿找的高手，伪造了新城项目在海外洗钱和逃税的完整证据链，甚至惊动了国际税务核查。一旦立案，您作为法人可是要面临跨国牢狱之灾的。证据链造的再真也是假的，他既然敢把这盘棋做这么大，董事会那边恐怕已经被他买通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立刻让太太用黑客技术查一查海外 IP？ 这件事绝对不能把念初卷进来。沈承安是个没有底线的疯子，他一旦插手，沈承安必然会把脏水往他身上泼。立刻订一张半小时后飞巴黎的头等舱机票，安排欧洲分部的最高安保级别接机。老板，您这是要支开太太？可是以太太的聪明在智，她肯定会察觉的。察觉也得走，走得越远越好。巴黎分部那边的并购案出了点紧急状况，国内有我盯着，你立刻飞过去处理，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提前回国。老板啊，老板，您这演技也太拙劣了。平时看太太的眼神恨不得拉出丝来，现在硬邦邦的像个背台词的机器人，太太怎么可能信啊？出差并购案，昨天晚上还在书房跟我商量新城项目的对策，今天一大早就强行把我塞上飞机。知道了，老板，既然是紧急任务，我保证完成。不过，国内的烂摊子，老板可得给自己收拾好。要是等我回来，发现你把自己玩脱了，我可是会连你带铺盖一起扫地出门的。猎犬，是我。半小时内把沈承安最近1个月的海外资金流向，以及那个所谓海外税务局传票的发件 IP 地址，全部给我扒出来。对，立刻，马上。想一个人当孤胆英雄，你问过你的同伙了吗？老大，票不是刚取吗？怎么没上飞机？沈墨琛想把我摘出去，查一下沈承安今天提交给国际税数局的传票底层代码，还有开曼群岛那个代持账户的资金流水。您的海外代持账户已被国际组织合规。怎么回事？老大，穿透成功了，发送那份传票的底层 IP 根本不在海外，就在本市城郊的一家废弃网吧里。沈承安雇黑客，连洗白资金的步骤都省了。何止？网费和服务器俗立费是用沈承安自己的私人信用卡副卡结的，实名卡，连屁股都没擦干净。他太急着逼宫，看来我是时候出现，给他送上一份大礼了。各位董事，铁证如山，沈墨琛负责的新城项目涉嫌100亿海外洗钱，国际税务局的立案传票都已经发过来了。如果再让他坐在集团法人的位置上，整个沈氏都要跟着他一起陪葬。这可是动摇集团根基的大事啊！沈老板，这件事你必须给董事会一个交代。二少爷，这些文件根本没有经过法务部核实，你这是血口喷人！血口喷人？
法务部能查出什么？大哥，为了保全沈氏的100年基业，今天这个老板的位置，你必须让出来。我提议立刻启动董事会紧急罢免程序，同意罢免沈墨琛的，请举手。沈氏集团罢免沈总这么大的戏码，居然没人通知我这个大少奶奶来前排观影。二弟，你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啊！苏念初，你不是已经上飞机去巴黎了吗？巴黎的羊角面包哪有二弟亲自伪造的海外传票精彩啊？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可是税务局的官方文件。官方文件，各位董事看清楚了，这是我找顶级黑客团队，顺着二弟提交的那份所谓传票的电子邮箱，追踪到了底层 IP 地址。发送这份国际传票的 IP 根本不在海外，而是在本市城郊的一家废弃网吧里，连网费都是用沈承安的私人信用卡副卡结的。二弟，你雇黑客造假的时候，就不能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代理服务器吗？这可是重罪！你这是在拿整个沈氏的信誉开玩笑！你这是合成的证据，这是污蔑！是不是污蔑？二弟留着去跟警察解释吧。周助理，在，把这些伪造的证据和 IP 地址一并提交给经侦大队。另外，通知安保部门即刻起剥夺沈承安在集团内部的一切职务和门禁权限。大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如果今天不是他杀了个回马枪，沈氏内部恐怕已经被沈承安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念初，今天谢谢你。老板运筹帷幄，我这种连知情权都没有，遇到危险只配被一张机票打包送走的挂名太太，高攀不起你的感谢。念初，沈承安手段下作，我让你走是怕你卷进这盘局里受牵连。别把你的大男子主义包装成深情。沈墨琛，你把我当什么了？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帮你镇场子的挡箭牌，有危险了就把我一脚踢开。真生气了，这脾气比我还大。沈总，公关部那边的通稿需要您签个。沈总，公关部那边的通稿需要您签个字。很好笑吗？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您这是在体验生活，对，体验生活。文件交给您了，我这就滚。念初，把门打开，我们谈谈。沈墨琛，如果你连什么是平等的尊重都不懂，那我们之间也就到此为止了。念初，进来。念初，进来。老板，现在没有外人，也不需要演戏，你可以开始你的辩护了。沈承安这次联合了董事会的人，手里捏着足以让沈氏覆灭的伪造传票。他是个疯子，为了争权，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我今天早上让你飞巴黎，是想把你彻底从这场夺权循环里摘出去。如果你留在国内，一旦沈承安发现你是我名义上的台派，他一定会把最脏的手段用在你身上。我不能冒这个险，不能冒这个险，所以你就替我做决定，用一张机票打发我，用一个拙劣的谎言骗我走。我是为了保护你。沈氏的烂摊子是我沈家内部的恩怨，你只是因为一纸契约被卷进来的，你没有义务替我承担牢狱之灾的风险。沈墨琛，收起你那套居高临下的保护语。你以为你这是深情？你这叫傲慢。从契约开始的那天起，我就说过我们要并肩作战，可你遇到真正的危险时，第一反应却是瞒着我，支开我。因为我是你丈夫，我有责任。你是我丈夫，所以你就应该什么都瞒着我，我就应该待在安全区里，什么都不知道的等着你凯旋，或者看着你死。沈墨琛，你听好，我不需要一个替我挡雨的保护伞，我要的是能和我一起在暴雨里杀出一条血路的同伙。如果你连什么是平等的尊重和信任都不懂，那我和你的契约明天就作废。我要的是能和我一起在暴雨里杀出一条血路的同伙。如果你连什么是平等的尊重和信任都不懂，那我和你的契约明天就作废。同伙，他不需要庇护，他要的是势均力敌。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还要耀眼，还要强大。
话已至此，沈总请回吧，我累了。你干什？你赢了，苏念初。你赢了，苏念初。你说的对，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习惯了把一切危险挡在外面，却忘了，你从来都不是一朵需要被养在温室里的娇花。如果你连我的底牌和能力都不信任，那我们就不可能并肩走到最后。沈墨尘，我不需要被拯救。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没有隐瞒，没有擅作主张。苏念初，重新认识一下，以后我们是同伙，生死与共。盖个章吧，我的同伙。盖个章吧，我的同伙。沈太太，你刚才的提议，我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一条。什么提议？你刚才说我和你的契约明天就作废，我同意，因为从现在开始，你是名正言顺的沈太太，无期限。老板，算盘打得挺响啊，不过这件事嘛，还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悉听尊便。跑得倒挺快，有钱人难道都不睡懒觉的吗？跑得倒挺快，有钱人难道都不睡懒觉的吗？放心吧，你既然敢把后背交给我，我就不会让你失望。沈承安、苏婉柔，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偷东西，今天大嫂就送你们一份大礼，不怕你们不咬够。各位，以上就是新城项目2期的核心财务预测。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份底价，不仅能规避前期的税务风险，还能将利润率提高至少15%。大少奶奶这份计划确实天衣无缝，令人佩服。计划虽好，但具体的执行细节全在这份2期绝密执行案里。目前全公司只有这一份孤本。刚才沈太太的汇报大家都听清楚了，这份绝密计划是沈氏接下来的重中之重，谁要是泄露半个字，法无不见。明白，沈总放心。沈墨尘，你个道貌岸然的狐狸精，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红温了怎么办？松手！沈太太刚才的汇报很精彩，不过声音有点抖，是不是太紧张了？谢谢沈总关心，
我不紧张，我只是有点热。沈承安那个废物被赶出了公司，还得靠我亲自混进来。苏念琛，只要我拿到那份绝密文件，你就死定了。周助理，这份2期绝密执行案太重要了，里面涉及了整个新城项目资金流向的后门代码。太太，那要不要锁进沈总的保险柜？不用，沈总的保险柜目标太大，我把它锁在我办公室抽屉的最底层。明白。我马上要陪沈总出去应酬，大概2个小时后才回来。你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准进我办公室。他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只要是放在我这里的肉，哪怕是个假饵，他也忍不住要来抢。老鼠永远改不了偷腥的本性。那份文件里的剧毒条款足够沈承安把牢底坐穿了。老板，陷阱已经布好，接下来就等明天的周年庆典上，看他们怎么在全城媒体面前表演自掘坟墓了。我很期待我的同伙。各位媒体朋友，别被这对狗男女的表象骗了。今天我要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揭穿沈墨琛和苏念初职务侵占、挖空沈氏集团的真面目。今天我要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揭穿沈墨琛和苏念初职务侵占、挖空沈氏集团的真面目。没错，大家快看啊！这个连亲生父母都不认的白眼狼，联合沈墨琛在搞转移资产的阴谋。我们大义灭亲，就是为了沈氏的100年基业啊！鱼儿终于咬钩了，沈承安、苏婉柔，今天大嫂就教教你们什么叫自掘坟墓。二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我们转移资产，证据呢？证据就在这里，这是新城项目的2期绝密执行案，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你们是如何通过海外空壳公司将100亿资金洗入自己口袋的隐藏代码。哎呀，这么机密的文件，全公司只有1份，一直锁在我的抽屉里。二弟，你是怎么拿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承认了这是锁在你抽屉里的，所以里面的内容全都是真的。不，怎么拿到的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你是商业间谍，还是单纯的蠢货。真的假的？竟然去办公室偷文件了！这是商业机密吧？真当苏总办公室没有监控吗？太蠢了吧！不，这不是我。苏婉柔，你连撬锁的手法都这么叶弱，苏家这些年就教了你这些偷鸡摸狗的本事。不管这份文件是怎么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你们洗钱的证据。沈墨琛，你今天跑不掉的。二弟，既然你这么喜欢看商业机密，怎么不把你手里那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以为你拿到了我的致命把柄，实际上，你只是吞下了一颗我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毒药。那份文件上的伪造代码，只要你敢拿着它去海外机构举报，系统就会自动锁定你的 IP 和资产账户。时间刚刚好，伪造机密文件涉嫌巨额商业敲诈与诈骗。二弟，法务部的人已经在门外等你了。时间刚刚好，伪造机密文件涉嫌巨额商业敲诈与诈骗。二弟，法务部的人已经在门外等你了。姐姐，我错了，我是受了沈承安的指使，你救救我！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老板，大嫂今天的配合还算拿得出手吧？无可挑剔。借着今天的机会，向各位重新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氏集团名正言顺的女主人，也是我沈墨琛余生唯一的同伙。